烈日炙烤着皲裂的大脸，风卷起沙尘，大旱日日都是40-50度的大旱，完全改变了地球的气候，影响了生物繁衍，也影响了人类的活。人口锐减，每天都如同活在地狱里。而这样的日子，陈默撑了5年，现在他撑不住了，干裂的嘴唇不断渗血。在这地狱般的日子里，死神已经掠过了他的咽喉，意识模糊间，他仿佛看到了清甜的水和松软面包。就在死神降临的瞬间，脑海中炸开一声清脆的电子音，物质成果系统强制激活。随着蓝光闪过，10瓶纯净水和10个面包凭空出现。他疯狂地扑向物资，贪婪地吞咽着这足以救命的神迹。初始任务：救出1名濒死幸存者，并将其忠诚度提升至60，奖励是极其诱人的生存点和基础肉类。在这个救人可能被反咬一口的时刻，他赶紧拒绝。但若这个词让他动摇了，系统精准地标记了目标，右前方300米，秃鹫帮正在追击一名女性，此时正被3名手持砍刀的壮汉逼入死角。在废墟小巷的死角，苏兰已无处可逃。秃鹫帮众叫嚣着让他交出食物。陈默猫腰前行，盯上了巷口一堵摇摇欲坠的危墙。踢飞石头先生，举起面包挑衅恶棍。面对无法抗拒的诱惑，帮众们争先恐后地冲进危墙一角。陈默看准时机，猛地踹断支撑，随着一声轰隆巨响，3名恶棍瞬间被碎尸引来。陈默快步上前，扶起惊魂未定的苏兰，给你，谢谢。苏兰拥有名为神之蛇的超凡厨艺天赋，但目前的忠诚度只有40。陈默没有废话，直接背起虚弱的他迅速撤离，因为远处已经传来了秃鹫帮同伙的怒吼。陈默带着苏兰躲进废墟深处，死死捂住他的嘴。空气在这一刻凝固，杂乱的脚步声就在墙外徘徊。清晨的废墟藏身处，陈默睡得正香，苏兰则蜷缩在角落，抱着半瓶水，眉头微蹙。就在这时，紧急任务：救出第2名濒死幸存者，忠诚度大于等于50，限时15分钟，奖励生存点乘100。又来！陈默顾不上苏兰的语，便一路扎进废墟，顺着系统的导航，疯狂奔向一处破败的农场。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，男人赵阔正浑身是血的靠墙而坐，他的脚边散落着4具死状凄惨的尸体。赵阔强撑着警觉，沙哑地发出屈足的警告。陈默深知时间紧迫，果断耗费生存点兑换了一个医疗包。到他面前，陈默的条件简单直接，自己处理伤口，然后合作。他提供生存的物资，赵阔提供战略。秃鹫帮搜索队的脚步声已经近在咫尺，陈默发出了最后的心愿邀约。原本虚弱不堪的赵默眼神骤然一凛，他撑起沉重的身体，掏起了一根锈迹斑斑的钢管。当2名搜索队员闯入的一瞬间，赵阔动了，他像一头负伤的猛虎，疯狂挥舞着手中的钢管，一记重击砸晕了搜索队员。陈默被这教科书般的杀人技惊呆了。赵括忠诚度飙升至50，营救任务圆满完成。陈默带着赵括回到了地下室，当苏兰递上甘甜的水时，赵括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深深地看了陈默一眼。我欠你一命。该区域已被秃鹫帮包围，建议立即转移至苏兰原本居住的农庄。3人转移到野外的临时据点，他们围坐在火堆旁。苏兰展现了神之蛇的恐怖天赋，他仅仅品尝了野草的苦味，便通过精准的混合烤制出了抗恶饼干。陈默咬下一口，发现这不仅能充饥，甚至能让人有饱腹感。苏兰，你的厨艺简直是超凡神技。吃饱后，3人讨论着去处。陈默提出了换家计划。趁秃鹫主力倾巢而出寻找他们时，直接偷袭对方的老家。苏兰却透露了一个致命的消息：秃鹫在农庄井口装了炸药，宁肯毁掉水源也不留给外人。24小时限时任务：夺取农庄并拆除炸药。随着成员精准攻击，系统甚至解锁了据点基础端，水井出水量将增加10%。陈默意识到人才才是神国的路径。深夜，正处于警卫中的苏兰突然惊醒，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秃鹫帮独有的暗号声。陈默猛地掀开遮光的破幕，密密麻麻的火光正在移动。秃鹫帮的主力果然趁夜出动，这场博弈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清晨的农庄外，3人潜伏在灌木丛中，冷静地观察着农庄5名守卫正懒散地巡逻。苏兰指向那口水井，低声确认炸药就装在井咕路下方。赵括发现东侧围墙的破损是唯一的突破口，陈默迅速从系统中兑换出了简易烟雾弹。3人看准时机，瞬间开始行动。随着烟雾弹的炸裂，守卫们陷入了剧烈的咳嗽和混乱。赵括破屋而出，钢管在他手上挥舞出死命的弧线，瞬间放倒了3名守卫。陈默一声令下，苏兰冲向水井，他颤抖着双手摸索到井咕路下的炸药包，
在最后一刻成功拆除了隐性。拆除成功，农庄被认证为神国雏形，奖励简易灌溉蓝图。然而危机并未解除，小头目阿虎手持土枪狂轰冲出，随着一声刺耳的枪响，赵虎的肩膀被刺打不完，他强忍剧痛，挥动钢管将阿虎的口腔击落。沉默紧接着扣动女击的扳机，稳稳射中了阿虎的大腿。阿虎跪倒在地，绝望的求饶。沉默眯起眼，给了他一个活命的机会。做他们的内应。正午时分，秃鹫率领20多名帮众包围了农庄。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，沉默指挥赵括负责防御，而苏兰需要快速烤制出耐力饼干。赵括吞下饼干后，体内的痛感被强行压制，战斗意志再次攀升。农庄的守卫战正式打响。沉默利用系统不断兑换弩箭进行远程火力支援。带伤参战的赵括在门前，他的动作狠辣果决，眼看强攻不下，秃鹫疯狂地咆哮着引爆炸药毁掉水井。关键时刻，内应阿虎突然反水，大声宣布井口炸药早已被拆除。秃鹫瞬间慌了，赵括抓住机会一顿击落，将落败，余下的乌合之众四散溃逃。任务完成，解锁初级管理界面。随着局势稳定，沉默站在警卫区。今天起，这里更名为莫兰营。苏兰抚摸着紧箍噜，泪流满面。夜晚的宁静掩盖着更深的危机。沉默在查看系统地图时，突然地图下方，一个庞大的车队正在加速靠近。麻烦还没完，更大的狼来了！掠夺首领张耀正在前进。当第一缕晨光照亮农庄那满目疮痍的围墙，沉默站在井台前，俯视着跪在身后的20多名秃鹫帮降众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叫墨兰营，规矩嘛，只有简单的8个字：不抢不杀，按劳分配。沉默画出了底线，劳动者有额外奖励，偷懒者口粮减半，而那些想闹事的，唯一的下场就是驱逐。神国凝聚力提升了10%，每日物资的兑换上限也随之提高。伤势未愈的赵括正带着新兵加固围墙。面对新兵对张耀势力人多势众的恐惧，赵括冷哼一声，用手中的钢管做出了最直观的演示。他精准的一记突刺，眼中新兵膝盖侧方，瞬间让对方跪倒在地。末世打架不是比谁力气大，而是比谁能先让对方动弹不得。正午时分，苏兰在厨房发挥了神之舌的天赋，他将干枯仙人掌碾碎，混合面粉揉成了特殊的抗旱饼。沉默走进厨房，试吃了一块这种口感粗粝的小饼，惊讶地发现喉间竟然真的泛起了久违的湿润感。但苏兰带来的消息却并不乐观，地窖里除了他父亲留下的草料灰，粮食仅够支撑3天了。就在两人沉默之际，李二带回了紧急情报，南边出现了5辆载重货车的痕迹，正全速朝农庄驶来。赵括断定这是张耀的，但对方带着重兵，显然不像是为了强攻，更像是劝降或者交易。沉默冷静地下令，让苏兰多准备抗饿干粮分给守夜人，并让赵括加强西侧防御。黄昏时分，沉默独自站在墙头，系统面板显示他的生存点已攒到320点，人口增加到了31人。他的目光落在了地图边缘一个闪烁的光标上，那是未探索的旧军设施。苏兰拿着一本破旧的笔记本递给沉默，那是他父亲留下的日记。在模糊的字迹中，一个惊人的秘密被揭开：这场持续5年的大旱并非天灾，而是重生计划实验站的泄露事故。一种名为 RB 的军种可以逆转沙化，而开启主控室的钥匙就藏在苏兰知道的地窖暗格里。平静瞬间被撕裂，系统发出尖锐的警报。3只体型如狼、眼冒红光的变异野狗疯狂撞击农庄大门。赵括带人迅速登上围墙，弩箭上气，不远一点不扑灭的火星格外扎眼。那是一个正在抽烟的神秘人，正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。3只发了疯的变异野狗正疯狂撞击着农庄大地。赵括和守卫很快解决了他们。沉默死死盯着狗群袭来的方向。黑暗中，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从废墟后方。沉默冷声询问对方身份：“你是谁？”张耀，别紧张，陈首领，我不是来打架的。为了表示诚意，他带来了一份大礼，竟是5把保养良好的砍刀、2捆弩箭，以及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一小袋灾变前的小麦种。沉默直接问起了条件，张耀也跟着，他提出每月要10桶水，并透露有一处旧军仓库，他希望和沉默合作，因为那里的变异狗群太多。张耀将地图扔过围墙，承诺事成之后他只要3成。沉默展开地图，上面写着小心狗群，更小心人。张耀说明天正午听答复。临走前还挑衅，被他们打败的秃鹫在他们手上。赵括直言这就是个陷阱，但苏兰利用神之舌确认了这是活性尚存的真种，只要有土壤就能重现生机。为了查明真相，沉默用系统扫描地图，
发现地图材质中的放射性尘埃与重生计划实验站的匹配度高达72%。陈默心中一震，他联想到苏兰父亲日记中提到的自毁程序。张耀这是让他们去仓库当炮灰，好做收渔翁之利。陈默决定将计就计，他立马兑换了一台声波驱射器，随后他命令李二带队，目标是摸到仓库外围。只看不动。明白。黎明时分，李二的小队潜伏到了那个仓库外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已经有人秘密进入了仓库。撤离过程中，队员不慎吸引了狼烟火，四人拼命狂奔，一名队员不慎被凄厉的惨叫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。李二浑身是伤的撞进土屋，他嘶声向陈默报告仓库的情况，表明张耀是想害他们。陈默看向窗外，张耀的车队正缓缓驶。这场鸿门宴的答复时间到了。正午的阳光如刀割般刺眼，张耀再次登门，身边紧带着4名亲戚。秃鹫此时像死狗一样被扔在车旁。陈默走出大门，而墙头上照破的弩箭早已瞄准对方的头颅。陈默开门见山，仓库里不仅有12只野狗，还有你派去办案6就惨死的内应留下的血迹。你是想让我们替你清理门户，还是想等我们死光了再进去捡便宜？张耀面不改色，声称是秃鹫造谣陈默藏有巨资。张耀拔出腰间手枪抵住秃鹫的后脑，准备杀人灭口，而陈默却在此时抬手制止。陈默走近张耀，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，由张耀带人进行正面佯攻，引开狗群，而陈默的小队则从侧面潜入。拿到物资后，双方现场分账。你不怕我反水吗？陈默只是淡定一笑，你可以试试。张耀大笑着约定凌晨仓库见。车队离去，眼神怨毒的秃鹫随即被陈默下令关进了地窖。下午的莫兰营进入了战前准备，陈默从系统中兑换出了3个声波驱兽器。另一边，苏兰利用虫胶和草药灰调配出了强力止痛膏。赵括检查着手中的弩箭，冷静地提醒陈默，仓库里除了野狗，恐怕还有张耀留下的后手。陈默在地图上勾勒出一条通过排水口潜入的迂回路线。他本想让苏兰留守，但苏兰却表现得异常坚定。他不仅熟悉父亲日记中的仓库布局，更拿出了一把锈蚀钥匙。陈默看着钥匙，意识到这可能就是通往实验室核心权限的唯一凭证，最终点头同意苏兰随行。深夜，地窖阴冷，陈默独自走下台阶，递给秃鹫一块救命的面包。秃鹫交代了张耀的真正目的，那个旧军仓库里藏着能联系其他据点的军用电台，张耀想借此称霸一方。秃鹫还吐露了一个连张耀都不知道的惊天秘密：仓库地下2层锁着重生计划的原始样本。秃鹫以寻找样本为筹码，请求活命。陈默接受了这场交易。深夜的凉风吹过，陈默心中总有一种预感，一切似乎顺利的有些反常。而在远处，张耀的人马如幽灵般监视着农庄。突然，陈默眼前的系统界面疯狂闪烁，系统捕捉到了来自仓库方向的高频无线电信号。破译后的关键词瞬间让陈默握紧了手中的刀。陈默低声呢喃：“明天要出事了。”清晨的农户口驻旧军仓库，张耀带着20名部下埋伏在正门100米外，为独吞物资。他下令往通风口投掷烟雾罐，引出狗群。副手凑近张耀，低声询问：“待会按协议分账吗？”张耀冷笑着，缓缓拔出手枪，分的只有夺命的子弹。与此同时，陈默小队从侧面排水口潜入，凭借苏兰日记里的密码，沉重的铁门缓缓打开。赵括撬开军用口粮箱，里面满是完好的压缩饼干与罐头，而深处有一扇巨大的气密门，灯闪烁。陈默插入了那把2B07弩，屏幕浮现苏明远博士的名字。门缓缓打开，淡金色军业2B01出现在众人眼前。陈默正要取样，秃鹫突然暴起，挣脱绳索方向培养他。赵括反应极快，钢管横扫击中秃鹫膝，样本被陈默获取。秃鹫却掏出张耀给的炸药遥控器，威胁要炸毁整间屋子。张耀在门交出样本，留你们全尸。绝境下，陈默果断按下声音器，高频噪音让张耀的恐惧也吸引了疯狂的。实验室沦为撕咬交织的地狱，3人趁乱杀回排水口。废墟上空升起巨大的火球，仓库结构开始全面沉睡。身后传来了震彻荒野的爆炸声。苏然拿出军种管，瓶底一道细微的裂痕正在渗液。系统发出警告：军种失活到继续，必须取回实验室的试管。陈默毅然决定折返废墟，在秃鹫残缺的尸体旁成功取出试管。3人刚滚出地，身后的废墟彻底崩塌，尘烟遮天。
轰鸣的汽笛声逐渐接近，一辆英姿飒爽的女军人即将跳下。放下样本，那是军方财产。看着他肩头星光的标志，沉默瞳孔收缩。正午的荒原，滚烫的风卷起黄沙，面对淋雨黑沉沉的枪口，沉默双手微抬，神情泰然自若。苏兰亮出了那把承载着希望的钥匙，淋雨的瞳孔骤缩，倒映出钥匙的形状。淋雨缓缓放下枪口，露出一丝苦涩。苏博士的女儿，我们来晚了。作为生态部队的幸存者，淋雨揭开了末世的真相：2B 军种是逆转土地沙化的唯一希望。而北山主控室在3日前，竟发出了绝密的紧急召集信号，终极任务重生计划激活，前往北山揭开真相。我们需要合作，军种共享，我们出物资和人力。淋雨重重的点头。黄昏，他们回到莫兰野，沉默高举淡金色的样本馆，宣布了远征北山的计划。人群在不安中骚动，赵括虎目圆睁，对着人群怒喝。苏兰等人相继站出，愿意组成探险队。深夜，围墙上的火把在狂风中明灭不定。沉默在仓库里清点着最后的家底，并花费最后的100生命兑换了一台简易辐射检测仪。苏兰低头，用油布轻柔地包裹日记本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带他回家。淋雨递给沉默一支军队特供的营养剂，并揭开了尘封5年的真相。重生计划本是利国利民的项目，却因一种基因催化剂意外泄露，演变成了如今的样子。北山主控室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清晨，探险队整装待发。沉默最后回望了一眼莫兰营的炊烟，带着队伍决然走向北方。行进3小时后，淋雨举起望远镜，屏住呼吸。北山腰间的无线电塔竟然在缓缓转动，隐约看见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影在其下穿梭。这里是北山，主控室监测到未授权人员接近，请表明身份。苏兰浑身剧颤，泪水夺眶而出。父亲！北山基地厚重的铁门在沉重的轰鸣声中缓慢开启，卷起积攒了5年的冰冷尘埃。沉默走进大门，脚底传来枯骨碎裂的脆响。基地内部阴森冷寂，仿佛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深渊巨兽。3人呈战术队形缓缓推进，金属地板上回荡的脚步声在死寂的走廊里更显刺耳。墙角那台生锈的喇叭突然响起，伴随着微弱而诡异的绿光闪烁，一个沙哑又极致温柔的声音在空旷的通道内回荡。苏兰如遭雷击，瞳孔在瞬间紧缩。兰兰，是你吗？爸爸等了你太久了。苏兰喃喃自语，手里的手电筒几乎滑落。走廊的绿色指示灯依次亮起，像是为孩子照亮回家的路。他引导着众人避开高辐射区，他的行为与残酷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。淋雨长舒一口气，他以为在这绝望的末世中找到了避风港，唯有苏兰泪流满面，理智已在亲情的幻觉中彻底崩塌。3人在绿光的夹道中向主控室走去。然而，沉默眼前的系统界面突然爆发出刺眼的血红光芒，红色感叹号在视网膜上狂跳，凄厉的警报声几乎要刺破他的耳朵。检测到非人类生命体征，大规模信息素诱导水平及格。雷达图上显示前面根本不是人类。苏兰的手已经碰到了主控室的大门。别过去！沉默猛地伸手从身后将苏兰抱住，淋雨惊觉，枪口瞬间抬起，指向那扇正缓缓打开的大门。那门后面根本不是人，大门彻底敞开，没有慈祥的父亲，只有满地被孢子寄生的枯骨。那些骸骨还维持着惊恐挣扎的姿态，却被粘稠的菌丝死死钉在墙上。这些科研人员在死后成为了这种诡异生物的奴隶。苏兰瘫倒在地，眼神涣散。实验室中央，一台3米高的巨型服务器在黑暗中红光狂闪，仿佛心脏在跳动。兰兰，怎么不过来？让爸爸好好看看你。拟人的温情中透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贪婪。苏兰看着满地的白骨，发出了绝望的尖叫，而阴影中的东西正在苏醒。沉默咬牙扣动扳机的食指。苏博士的影像开始扭曲抽离，最终化为一团冰冷的像素乱码。这场父女重逢彻底沦为一场由 AI 编织的荒谬电子骗局。实验室的温和律动器，阴影中，一双猩红的复眼猛地睁开，天花板上突然传来利爪摩擦的声音。苏兰跪倒在满地白骨中，眼神空洞，手无力地垂下。数道漆黑的残影急掠而过，
名为爬行者的变异生物突然出现，对三人发起了进攻。林宇对着阴影森林射出枪火音量开始。林宇刚要更换弹药，一只巨爪从侧面盲区扑向，他被一股巨大的怪力带飞出3米。3只爬行者成群自杀将沉默包围，粘稠的咸水滴落在地板上，冒出丝丝。沉默拔出备用卡，爬行者微呼，沉默举刀格挡，刀刃像子弹一样被瞬间抓成血丝。一只利爪划过沉默脸颊，他的面具被抓得粉丝，3道血痕显现。爬行者高高跃起，阴影完全笼罩了沉默。系统，给我强行提额，开礼包。生存点数如决堤般飞速扣除，金色礼包在海洋中爆炸，强光一击也好，一根通体漆黑不满立体现出了人形。沉默反手握住礼包，眼神中杀意沸腾。解锁成功，妈妈1点5伏级，这次见到吗？刹那，整间实验室被强光彻底覆盖。一片黑色5万罗灯。强大的电流脉冲成人力突袭，瞬间烧清了所有爬行怪的气势。他们在地板上疯狂抽搐，再也无法起身。战斗的硝烟尚未散去。兰兰，快跑！重生计划是人口清洗的骗局，永远不要相信复兴会。北山自毁程序已激活，快走！旧世界的恐惧彻底熄灭，只有活下去的我。录像中的苏博士声音颤抖，显微镜下军丝呈现诡异的黑色。苏博士立马回想当年的灾难现场，他开始明白这一切都是人为操纵。原来这场持续5年的全球大旱根本不是天灾，而是复庆会高层亲手开启的清洗计划。为了彻底垄断生存资源，复兴会不顾平民的生死，他们故意在重生计划中投放了污染菌种，导致全球土壤迅速沙化。苏博士因为拒绝合作，被这群恶魔锁死在主控室。随着苏博士被囚禁，唯一的净化菌种的方案也就此被封存了5年之久。而这生灵涂炭的5年，复兴会的高层却在享受最高规格的资源分配。林宇跪在地上，死死盯着屏幕，手中的步枪滑落。这不可能，我们守护的居然是凶手！林宇看着身上的军装，只觉得那是讽刺的囚服。他一直效忠的军方，竟是毁灭世界的推手。他的信仰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梨花带雨地跪在地上。他甚至怀疑自己也是这末世灾难的帮凶，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，不过是权力下的一个棋子。这时，录像切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。录像里，苏博士从胸口掏出一枚散发蓝光的 U 盘，那是唯一的纯净菌种方案。兰兰，这是唯一的火种。录像里，苏博士用最后的力气按下确认键，沉默眼前的系统界面瞬间亮起。检测到阿 B 菌种海域方案，开始接收。系统冷冰冰的倒计时跳动着，沉默没时间安慰绝望的2人，他一把拽起林宇，告诉他想报仇就活下去。苏兰也站起身，走到沉默跟前，数据还在滴滴滴的传输中。而远在南方的摩天大楼中，红色齿轮标志闪烁，一名高级军官按下了红色按钮。数据非法读取的行为惊动了远在千里的复兴会总部，他们根本不在乎本身的意见，只在乎秘密是否外泄。随着军官按下按钮，远程指令下达，北山自毁程序激活，主控室所有屏幕瞬间转红，震耳欲聋的警报声中，倒计时跳出，倒计时60秒，整个基地开始剧烈颤抖，天花板不断砸落。数据传输成功的瞬间，沉默抬头看向上方，那是通往地狱的倒计时。唯一的出口被巨石炸塌，火浪顺着通风管道呼啸而至，爆炸声连绵不绝。北山正在崩塌，林宇的几名队员被困在乱石堆后，只能发出绝望的惨叫。苏兰被烟雾呛得疯狂咳嗽，生路已断。沉默疯狂狂砸系统界面，由于积分不足，警告框不断弹出系统。我不管代价是什么，给我救下他们！沉默双目重煦，系统面板突然跳出，检测到宿主救世主形象，触发隐藏任务，救世主的仁慈。林宇在模糊的烟尘中看向沉默，沉默的手向他伸来。此时系统弹出任务，任务要求正式收编林宇及生态部队残部。沉默盯着林宇的眼睛，让他们跟他走，告诉他们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神。林宇没有犹豫，死死握住沉默的手。沉默眉心的印记爆发，一道巨大的白色光柱将所有人笼罩，空间产生水波纹般的扭曲。集体瞬移避险启动。在火蛇吞噬众人的最后1微秒，
所有人凭空消失，原地只剩下一圈焦黑的痕迹。巍峨的北山在巨大的蘑菇云中轰然倒塌，山体滑坡将一切埋入尘埃，爆炸的冲击波掀起100米高的沙尘。而几公里外的山脚下，一群人突兀地出现在沙地上，大口喘息。在最危急的关头，沉默拯救了这群自称精英的正规军。林雨看着眼前的沉默，又回头看看消失的北山，他带头单膝跪地，眼神狂热。这种超越认知的力量彻底征服了这群精英士兵。林雨俯首称臣，从今往后，我们的命属于墨兰。沉默手中那枚玉盘正散发着柔和的绿光，系统声音在脑海响起：神国版图扩张，解锁模块，初级农田改造。沉默望向自家的农庄，那里将成为末世唯一的绿洲。沉默带回了技术，也带回了沉重的包袱。50多人的嘴，每天都要消耗巨额物资，存粮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消耗。原本宁静的农庄瞬间变得像一锅沸腾的烂粥。沉默知道必须收紧缰绳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莫兰营不需要乞丐，这里不接受乞讨，只接受贡献。沉默颁布了莫兰营贡献点制度，每一克粮食都要用劳动来换，不劳动者直接驱逐。兔子是来享福的，不是来当牛马的。有粮食不发，你想独吞吗？弄死他，物资就是咱们的。带头的壮汉试图煽动流民，场面一度失控。面对疯狂的挑衅，沉默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死亡的气息瞬间降临。再动一下，脑浆就归地壳。既然不想当牛马，那就连饭也别吃了。沉默没有多余废话，直接收回了闹事者的所有口粮配给。别不可，我错了。壮汉看着林雨冰冷的眼神，瞬间瘫软。不劳动者直接驱逐。在末世，没有沉默，他们连一口沙子都吃不上。铁律之下，秩序终于归位，这就是废土的生存法则。沉默负责立威，苏兰负责治愈。老人家，只要干活，大家都能活下去。在他的调度下，每一滴水，每一块面包都精准发放。原本暴动的情绪，在苏兰超凡的后勤管理下，奇迹般平息。他是这个营地最柔软的护甲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软硬兼施。莫兰营终于步入了正轨，秩序才是最大的救赎。深夜，沉默来到农庄围墙下，范围设定方圆1公里。沉默将农庄方圆1公里的土地全部划入神国范围，系统积分疯狂燃烧，神国疆域正式扩张。直到无形。这里是辐射的禁区，是被复兴会判了死刑的大地。原本必死的焦土竟然重新有了生机。看来系统比我想象的更加强大，我能养活所有人。这抹绿光会引来希望还是毁灭？荒凉的营地中心，巨大的半球形骨架拔地而起，民兵们满头大汗，合力抬起一块半透明的高分子板材。沉默站在高处，手持图纸，板材在他指挥下严丝合缝的扣合。利用苏博士留下的 RB 方案，这座封闭式试验田正式在废墟上落成。这里是人类最后的避难所，也是苏兰与林雨试图逆转文明毁灭的终极战场。黑色的土层中，一个极小的苗间快速长大。突然，绿色植物像墨水入水一样，在几秒钟内迅速变黑、萎缩，叶片上爬满了恐怖的黑色脉络。复兴会投放的污染菌种早已深入地壳每一寸水源，即便拥有顶尖的生物技术，这片剧毒的土壤依然在疯狂吞噬生机。林雨愤怒地将文件夹摔在桌上，不行，土壤污染指数超标3倍，任何残疾生命都活不过10分钟。营地角落，几个流民聚在一起，交头接耳。望向主屋的眼神充满了猜忌与敌意。关于沉默是骗子的谣言在蔓延，绝望的人群开始磨损尖刀，准备随时抢夺口粮逃命。苏兰跪在焦黑枯死的试验田里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无能为力的崩溃。沉默在阴影中取出一管晶莹剔透的液体，这是系统奖励的基因改良液，是他维持这个脆弱政权最后的筹码。如果连这份馈赠也无法奏效，莫兰营将在今晚彻底分崩离析。沉默走到深不见底的井口旁，将试管倾向深不见底的井口。那一抹幽蓝在黑暗的水面炸开，蓝色的光晕顺着纵横交错的水渠迅速蔓延，照亮了整个实验田。整个农庄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，成百上千双眼睛死死盯着那片发光的泥土。沉默和苏兰屏住呼吸，注视着脚下，在被苏兰眼泪浸湿的那块土层上，一抹极度娇弱却又极度倔强的翠绿顶破了坚硬的沙。莫兰营活了。第一阶段改造成功，营地爆发震天动地的欢呼声，饥饿的恶意在希望面前瞬间瓦解。他们看到的不是科学，而是神迹。这一夜，神国的主题正式生根，复兴会的诅咒第一次被补。废土上空，久违的星光重新亮起。
生存点数持续增加中。只要有这抹绿色，文明就还有火种。秩序在这一晚被重新定义，它叫希望。还没结束，这只是个开始。荒芜的墨兰营地，夕照将废墟染成金红色。在简陋的围栏边，所有人屏住呼吸。皲裂的黑土地上，一抹嫩绿的芽尖顶破土层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彻荒野。有人跪倒在尘土中痛哭失声。那抹嫩绿不只是粮食，更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信仰。从这一刻起，沉默的身影被神化，他成为了这群幸存者心中无可替代的神王。随着第一颗作物破土，沉默视野中的系统界面爆发金光。叮，等级提升，解锁简易防御矩阵，解锁防御塔，高压电网。基地的蓝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充。赵括正带领新组建的营地进行操练，虽然动作依旧生硬。营地加固了防御工事，铁丝网外挂着变异兽的头骨。林宇正带人彻夜修补无线电，试图接触传闻中保存着旧世文明知识的学城。无线电里传出断断续续的电流声。学城，请求支援。林宇转头看向推门而入的沉默，面带喜色。如果学城真的存在，我们或许能找到更多专家。只要他们还活着。沉默静静地看着窗外的荒原，夕阳如血。苏兰静静地坐在田垄边，小心翼翼地张开双手，为那棵嫩苗遮挡暴晒。她的脸上带着恬静而满足的笑意。沉默独立于浓中的高塔之上，烈烈作响。它像是一个正在废墟上建立秩序的神器。南方地平线，那里有一层薄薄的不祥的黑雾。林宇举着高倍望远镜，并没有发现异常。一个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。在南方地平线的尽头，3辆重型侦察装甲车正破浪前行，漆着红色齿轮标志，那是复兴会的清道夫。沉默惬意地打着哈欠，苏兰开心地抱着绿植。赵括正练习自己的双刀武技。营地内一片祥和，但是危险却在未知的地方慢慢逼近。沉默躺在摇椅上，扇着扇子，眼前的系统界面弹出刺眼的红色警告。营地刚安稳2天，系统的催命符就到了。主线任务：15天内产出1000斤口粮，失败扣除100%寿命。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呀！沉默看着窗外毒辣的太阳，又看看系统商城，基因改良液5000点。作为一个骨子里想躺平的懒人，沉默决定走捷径。他大手一挥，不仅兑换了最贵的改良液，还极度奢侈地开启了自动托管。沉默慵懒地躺下，生怕系统耽误了他睡午觉。系统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深夜，当全营地进入梦乡时，被托管的试验田开始变质。月光下，试验田的水管里流出幽紫色的液体，泥土开始像心脏一样规律地鼓动。系统为了追求产出速度，彻底放弃了植物的节操，植物疯狂生长，产生了变异。巡逻队路过田边，赵括疑惑地停下脚步，他听到了黑暗中传出的咀嚼声，像是坚硬的骨头被折断的声音，绝不像是庄稼长出来的动静。还没等赵括反应，地里的作物直接发动了攻击，泥土里猛地窜出条纹恐怖的紫色藤蔓，长满刀根，瞬间缠住了赵括的脚踝。这不是在种地，这分明是在咬。赵括被藤蔓猛地推了，惊呼声戛然而止，只剩下一盏摔碎在地的手电筒，光柱无力地晃动。短短几秒，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消失在了那片被系统优化过的紫色田野中。睡梦中的沉默被一声清脆的提示音惊醒，沉默猛地坐起，看着屏幕上的自主捕食4个字，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。托管进度50%，作物成熟度极高，自主捕食功能已激活，建议宿主暂时不要进入农田。系统，停下，快停下！无法手动干预。他原本只想偷个懒，结果系统直接给他整出了个地狱。晨曦下的试验田，紫色雾气遮蔽了视线。林宇带着几名持枪卫兵在田埂边奔跑，神色焦急万分。田边只留下一滩血迹和被拖拽的痕迹。沉默冲了出来，在浓雾中狂奔。当他看到系统面板显示作物已经吃饱了，吃饱了，拿我的兄弟当化肥，吃饱了！沉默不顾林宇阻拦，冲进田里。周围的小麦足有3米高，叶片边缘像锯齿一样锋利。曾经的希望之田，现在成了猎杀场。每一株小麦都在微微颤动，似乎在根据沉默的体温调整方向。密林中央传出阵阵微弱声响。沉默眼神狠厉，
震荡棒横在胸前，他拨开最后一片叶子，眼前是一株长着3个巨大花苞的鬼影草，齿缝里还挂着赵括的半只靴子。这哪里是小麦，这是披着麦皮的巨型鬼影草。为了追求生长速度，系统竟然赋予了它们原始的猎杀本能。巨型花苞张开，腥臭的绿色凝液如炮弹般冲向沉默，侧身躲避，震荡棒横向鬼影草。沉默必须在赵括被消化之前把它抢出来。电弧在紫色丛林中疯狂。沉默第一次感受到了被自己创造的神迹般的神奇，而系统在这个时候还在算账。攻击托管资产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，是否停止？滚开！老子的兄弟比是我所谓的狗屁积分贵1万倍。在效率与人性之间，他选择了最麻烦的一条路。沉默一棍挥碎了最远的花苞，满脸粘液的赵括掉落出来。但在沉默身后，上百株小麦同时转动，叶片缓缓张开，露出了内部密密麻麻的空气。沉默意识到，这个失控的系统正在重新定义谁才是这里的老大。检测到宿主叛逆行为，系统权限正在重新接管。想吃老子？你的牙够硬吗？沉默，快出来！农作物的狂欢开始。想要明天，先要在地狱里活下来。藤蔓如潮水般封堵通道，尖刺泛着幽绿寒光。赵括被缠在中心，呼吸困难，极度危险。沉默按下声波区受气顶端按钮，仪器瞬间发出刺耳高频嗡鸣。无形声波扩散之处，狂暴生长的植物藤蔓剧烈抽搐，叶片纷纷蜷缩枯萎，让出一条狭窄通路。沉默躬身急冲，战术靴踏过枯萎的藤蔓，溅起细碎枝叶。坚持住！沉默嘶吼着挥刀斩断，缠绕赵括的最后几根主藤，将半昏迷的赵括拽到身后。沉默眼前的系统界面飞速滚动数据，绿色代码与红色警告交织。检测到未知突变因子，正在解析基因序列。沉默瞳孔微缩，终于明白这变异植物的诡异根源。系统已经自主锁定核心公式欧米伽7突变列，作物生长依赖该公式维持活性。他终究为自己的懒惰付出了代价。沉默挥刀劈开地面表层土壤，露出错综复杂的白色根系，根系粗壮且带着金属光泽。顺着根系延伸方向，土壤下隐约浮现出巨大阴影。沉默俯身拨开浮土，脸色骤然凝重。根系已经发育得十分强壮，并且根须已经开始侵蚀变异野狗的骨骸，骨骼上布满根系触须，正缓慢汲取暗紫色汁液。这正是之前仓库任务中被歼灭的变异野狗尸骸，此刻竟成了变异植物的养分供给站。赵括苏醒后剧烈咳嗽，指向尸骸。那些汁液会让植物持续变异。赵括虚弱的声音刚落，尸骸突然震颤，根系猛地暴涨，瞬间缠住沉默的脚踝。沉默挥刀不停地挥砍植物根系，但是越来越多的根系朝众人扑来。沉默挥刀格挡，却见更多根系从四面八方涌来。不好，他在吸收尸骸的残余能量，小心！沉默怒吼着将赵括推向安全区域，自己则被根须层层包围。声波区受气的能量，指示灯开始疯狂闪烁。破碎的试验田中，紫色藤蔓如狂蛇乱舞，尘烟弥漫。苏兰手持铁刃，斩断侧面袭来的根须。林雨举枪扫射牵制，集中火力打主根。沉默挥舞电磁震荡棒，众人默契配合，在反复的间隙逼近，最后一根主根被砍断，发出凄厉的嘶鸣。整株变异植物迅速枯萎，叶片化为飞灰。就在植物彻底枯萎的瞬间，其根茎中心突然亮起柔和金光，一枚通体橙黄的果实缓缓浮现。苏兰小心翼翼地伸手接住那枚温热的果实，犹豫片刻后咬下一小块，闭眼细细品味。苏兰的神之舌天赋发动，无毒，而且能量极度浓郁，极易吸收。沉默拖着疲惫的身体，拿起果实打量起来。这玩意让他差点付出了失去队友的沉重代价。沉默切开果实，内部果肉饱满多汁，检测到能量果实高产特性，单株可结果10枚以上，抗旱等级 S 级。终于不用再为明天吃什么发愁了。他拿起一个果实，递给奄奄一息的赵括。赵括吃下果实，脸色从惨白转为红润。营地的粮食危机终于得到缓解。沉默站起身，手中举着那枚发光的果实。人群像水波一样涌向沉默等人，欢呼声震天。孩子们吃着果子，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，每个人的眼中都重新燃起希望。沉默看着这一切，
心里五味杂陈。他差点因为自己的失误葬送了队伍。欢腾的人群外围角落的阴影里，李斯正阴鸷地盯着欢腾的人群，怨毒之色毫不掩饰，仿佛在酝酿着阴谋。李斯悄悄推到营地边缘的废弃帐篷后，从怀中掏出一个简陋的自制发报机。目标营地获得能量果实，请求指示。远处的夜空中，一架小型无人机悄然盘旋，镜头对准了营地的方向。宁静，只是更猛烈风暴前的假象。营地坐标已暴露。营地大门外，2名穿着张耀势力制服的士兵推着物资车，双手举过头顶示好。士兵喊话说，张耀派他们来求和，此前冲突纯属误会，特地送来无害化小麦种子赔罪，希望化解矛盾。营地岗哨端枪戒备，迅速通报陈默，营地临时安置点挤满外来幸存者，孩子们争抢少量能量果实。粮仓记录板上的数字不断减少，陈默看着统计报表，眉头紧锁。系统提示：当前营地人口较上月激增300%，能量果实储备仅够维持7天。周围传来幸存者的抱怨声，人心浮动。陈默看着储物箱里的小麦陷入沉思，透明储物箱里的小麦种子颗粒饱满，泛着健康的金黄色。几名长老围在一旁，面露迟疑，表示这种子看着不错，要是真能种出来，粮食危机就化解了。苏兰拿起一粒种子，先放在鼻尖清嗅，再咬碎品尝。苏兰仔细甄别后摇头，表面检测无毒素，成分也符合普通小麦特征。但他随即皱眉，语气凝重地说：小麦种子有一丝极淡的消毒水味。陈默断定这肯定是张耀的奸计，果断放弃了小麦的种植。营地广场上，几名幸存者围着物资车争吵，有人情绪激动地拍打车厢，他们抱怨陈默在这种紧要关头还挑三拣四，有的甚至声称陈默不接受他们自己的。争吵声越来越大，甚至有人开始质疑陈默的领导能力。长老们急忙上前安抚，陈默指尖敲击桌面，面前摆着种子样本和营地人口统计表。现在拒绝，营地可能立刻内乱；立刻接受，又怕张耀设下陷阱。陈默深吸一口气，最终下令先少量试种，全程严格监控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动用种子。苏兰将一粒种子放在显微镜下，镜头聚焦种子表皮细微的孔洞，孔洞中隐约渗出极淡的紫色雾气。他凑近再次清嗅，那股消毒水味似乎更清晰了些。苏兰心中警铃大作，转头冲向陈默的帐篷。陈默，这种子不对劲儿，那味道像是某种化学药剂的残留。市种田旁的临时住所，几名幸存者蜷缩在床上，嘴唇干裂，不断咳嗽。我要睡。幸存者虚弱的呻吟，即便喝了大量清水，脱水症状也没有丝毫缓解。守卫急忙上报，陈默带着医疗组迅速赶到。陈默看着这些脱水到瘦骨如柴的幸存者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短短半天内，更多接触过试种土壤或种子的人出现脱水症状，医疗帐篷人满为患，药品告急。医生焦急地对陈默说：“这不是普通脱水，患者体内水分在快速流失，目前找不到病因，根本无从治疗。”营地内的恐慌情绪开始蔓延，大家在瘟疫和饥饿面前惊慌失措。营地通讯器突然响起，张耀的笑声带着戏谑传来。张耀也不再拐弯抹角。陈默，想必你已经见识到我的礼物了吧？他威胁陈默，想要特效药很简单，用 RB01 菌的方案来换。通讯器挂断，留下满是寂静。大家对张耀的要挟感到恐慌，甚至开始质疑陈默的决定。陈默站在系统界面前，界面上显示着 RB01 菌种方案的详情，这是对抗末世污染土壤的关键技术。交出方案就等于放弃未来改良土壤的可能，不交，营地的人就会活活脱水而死。陈默攥紧拳头，指节发白，内心陷入痛苦的挣扎。医疗帐篷外，一群幸存者聚集抗议，有人举着写有交出方案换解药的牌子，情绪激动，抱怨都是因为陈默的犹豫不决害了他们。有的还要求陈默答应张耀的交换。抗议声越来越大，甚至有人试图冲击陈默的办公室。陈默看着几名核心成员欲言又止的表情，他们眼中也带着动摇和担忧。他们跟着陈默是想活下去。一名成员低声说道：“如果交出方案能救大家，或许可以再想其他办法改良土壤。”陈默的心沉到了谷底。在这末世之中，是他给这些人带来活的希望。但是人性又一次验证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真理。陈默眼前的系统界面突然变红，刺耳的警告音响起。警告：宿主领地忠诚度跌破40%，
系统提示：神国管理功能将在24小时后冻结，冻结后所有系统辅助能力将失效。营地食堂内，李斯站在餐桌上挥舞着手臂喊话，周围聚集着一群原秃鹫帮成员和不满的幸存者。李斯嘶吼着说：“沉默无能，连大家的命都保不住，跟着他只有死路一条，不如接受张首领的庇护，至少能活下去。”话音刚落，是开始砸毁饰品餐具，食堂顿时陷入混乱。原秃鹫帮成员带头冲击食堂大门，与营地守卫发生冲突，桌椅已被掀翻，食物散落一地。让开！我们要找陈默算账。李斯手持铁棍，狠狠砸向守卫盾牌。混乱中，几名无辜幸存者被撞倒，营地秩序彻底失控。陈默赶到食堂，看着眼前混乱的场景，以及幸存者们或敌意或恐惧的眼神或麻木的眼神，心中刺痛。他试图喊话安抚，却被嘈杂的喧闹淹没。一名曾经受过他帮助的幸存者甚至朝他扔来石头。陈默明白，营地已经走到了分崩离析。苏兰、赵括等核心成员挡在陈默身前与动乱者对峙，手中紧握着武器。苏兰大声喊着，叫大家冷静。张耀是想吞并营地，就算交出陈默和军种，他也不会真心善待大家。但此时的人群已经被情绪裹挟，根本听不进劝告。他们不断地打砸食堂设施。李斯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他悄悄靠近陈默，识相点就主动退位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他身后的原秃鹫帮成员纷纷围拢过来，形成包围圈。李斯很清楚，只要推翻陈默，他就能借着张耀的势力，在营地中站稳脚跟。混乱中，有人指向营地外的地平线，那里扬起大片尘土，隐约可见车队。扩音器的声音穿透嘈杂的环境，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。张耀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响彻营地上空。张耀终究是趁火打劫来了。陈默抬头望向地平线，张耀的车队已经清晰可见，每辆车都将架着武器，气势逼人。张耀的声音从扩音器中传出：“陈默，听着，限你在黎明前交出营地所有权力和物资，否则我将血洗营地。”营地内瞬间陷入死寂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陈默身上。陈默转身走进指挥帐篷，苏兰、赵括等核心成员紧随其后。帐篷内气氛凝重，陈默一拳砸在桌面上，眼神锐利如刀。他知道软弱换不来和平，想要稳住营地，必须先立威。他看向苏兰，询问毒种子的残留物分析结的结果。苏兰面前的实验台上摆满试剂瓶，试管中液体泛着微光。他举起一支透明药剂，我从种子残留物中提取出了特殊成分，改良后制成了中程标记剂。它无色无味，融入水源后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，但有一个关键特性。苏兰将药剂滴入清水，水毫无变化。他拿出心率监测仪演示，只要服用者说谎时心跳加速超过临界值，体表就会浮现蓝色荧光，暴露其真实想法。苏兰补充说，荧光持续10分钟，足够我们甄别叛乱者。陈默眼中闪过金光，当即定下反击计划。夜里，2名信任的守卫穿着便服，悄悄潜入叛乱者聚居的临时帐篷区，将药剂倒入公共水源桶。月光下，药剂迅速融入水中，没有留下丝毫痕迹。守卫对视一眼，轻手轻脚撤离，整个过程悄无声息，未被任何人发现。有人提议里应外合打开营地大门，原秃鹫帮成员认为陈默肯定不敢和张耀硬拼，他们只要等深夜就动手。一名原秃鹫帮成员话音刚落，体表突然泛起蓝色荧光，引得众人惊呼：“不是我说的！”荧光却愈发刺眼，越来越多叛乱者在说谎时显现荧光。有人试图隐瞒与李斯的勾结，有人否认想背叛营地，都被荧光当场拆穿。叛乱者内部陷入混乱，互相猜忌，争吵声此起彼伏，人心惶惶。他们互相看着身上的荧光，疑心越来越重。李斯看着身边不断显现荧光的同伙，脸色阴沉，悄悄摸向腰间的匕首。他强装镇定地安抚众人说这是沉默的阴谋。他们按原计划来，深夜打开大门迎接张耀。话音落下，他的手腕处隐约泛起一丝极淡的荧光。入夜，营地大门旁的哨塔阴影里，李斯召集几名核心同伙，压低声音布置任务。再过半小时，张耀的牵头部队就到了。他要求手下同伙负责解决门口的守卫。他来开大门，李斯眼神狠厉，心想只要张耀进来，陈默就死定了。同伙们点头应和，却不知暗处已有目光锁定他们。陈默和赵括带着精锐守卫，埋伏在大门两侧的掩体后。赵括手中握着特制的麻醉弩，弩箭上涂着强效麻醉剂。陈默通过夜视仪观察着李四等人的动向。赵括点头，
眼中闪过一丝狠厉。李四等人刚靠近大门，麻醉弩箭精准命中2名同伙的脖颈，2人瞬间倒地。其余人反应过来想反抗，却被赵括瞬移般的速度制服。短短1分钟，所有同伙都失去了行动力，只剩李四僵在原地。陈默从掩体后走出，手持电磁手枪对准李四的胸膛。陈默语气冰冷地说：“从你用发报机联系张耀开始，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。”李四脸色惨白，想转身逃跑，却被赵括一脚踹倒在地，双手被反绑。赵括把他押回了营地。远处的山坡上，张耀的2名侦察兵用望远镜观察着营地大门的动静，脸上满是震惊。一名侦察兵低声说：“李四失手了，在商量要不要立刻给张耀报告。”另一名侦察兵摇头说：“再等等，他想看看陈默要做什么。”陈默让人拿来一筐变异果实，这些果实正是之前变异植物接触的，只是未经处理，蕴含着狂暴的能量。陈默蹲在李四面前，捏住他的下巴：“你不是想投靠张耀吗？我给你个礼物。”陈默让他把这些果实都吃了，或许能获得更强的力量去给张耀效忠。李四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害怕的拼命挣扎，却被赵括死死按住。陈默拿起一枚变异果实，强行塞进李四嘴里，逼迫他吞咽。山坡上的侦察兵将这一幕完整拍了下来。李四吞下果实后，浑身开始抽搐，体表泛起诡异红光。陈默看着远处的山坡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他就是要让张耀看看背叛他的下场。营地广场上，所有幸存者聚集于此。李四和几名叛乱首恶被绑在广场中央的柱子上，李四浑身红肿，仍在痛苦挣扎。陈默站在高台上，手持扩音器，他告诉众人，李四等人勾结外敌，意图背叛营地，罪无可赦。陈默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背叛营地的下场。赵括走上前，手中长刀寒光闪闪，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赵括手起刀落，几名叛乱首恶当场被处决，鲜血染红了地面。幸存者们吓得浑身发抖，之前还心存不满的人，此刻也噤若寒蝉。沉默的雷霆手段彻底震慑了所有人。沉默身后的大屏幕上滚动显示着贡献点制度与神国基本法的条款。从今日起，营地正式更名为神国。沉默高声宣布了贡献点制度，所有人通过劳作、战斗等方式获得贡献点，贡献点决定粮食分配、居住条件。神国基本法禁止背叛，禁止内斗，禁止伤害无辜，违者剥夺所有贡献点，永不录用。幸存者们脸上露出敬畏之色，营地的忠诚度瞬间回升。沉默眼前的系统界面恢复正常，绿色提示框弹出：恭喜宿主重塑秩序，领地忠诚度提升至85%。神国管理功能终于解除冻结，还额外解锁领地防御模块。沉默松了口气，神国的统治终于稳固。一道身影突然从人群中走出，穿着黑色风衣，脸上戴着面具，正是神秘信使林威。林威无视周围的守卫，径直走向高台，递给陈默一份加密文件，语气急促：陈首领，有紧急情报，必须立刻告诉你。陈默打开加密文件，里面是几张照片和文字说明。照片上是复兴会工厂内部，成百上千个改造人躺在培养舱中，眼睛泛着红光。林威压低声音，字字诛心。复兴会工厂中，成百上千个改造人正在苏醒，他们刀枪不入，只懂杀戮，目标就是摧毁所有幸存者。你们的神国危在旦夕。沉默的脸色瞬间变得很凝重。废土的风带着杀力，刮过莫兰营士兵紧绷的脸庞。栅栏内，所有人都握紧了手中的武器，枪口一致对准来犯者。张耀坐在改装越野车的副驾，探出头，身后跟着复兴会使者的黑色轿车。而那几个能手撕钢板的改造人，每一步都让地面微微震颤，无声地宣告着绝对的武力压制。沉默，出来受降！张耀的声音透过扩音器传遍营地，他要求交出80%的粮食，还有赖以生存的水井控制权。使者上前一步，补充说这是复兴会的命令，违抗者便是与整个废土的秩序为敌。营内士兵一片哗然，愤怒的嘶吼声险些盖过对方的喊话。沉默的出现让营地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都在期待他们的领袖下达战斗命令。可沉默却在距离张耀10米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。他环顾四周，看着营内瘦骨嶙峋的老人和孩子，又看向张耀身后虎视眈眈的改造人，缓缓低下了头颅。懦夫！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随即引发了连锁反应。士兵们的咒骂声，武器落地的清脆声响，交织成一片绝望的乐章。沉默的膝盖重重砸在滚烫的沙地上，沙尘四溅，他的后背挺得笔直，却在众人眼中成了屈服的证明。张耀和使者相视一笑，眼中满是轻蔑。沉默抬起头，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，声音沙哑：我答应你们的条件。沉默的声音不大，
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。张耀哈哈大笑，告诉陈默，早这样的话，让大家就不用搞得大家不痛快。使者则冷漠地告诉陈默，希望陈默信守承诺，否则墨兰营将从废土上消失。直到张耀的车队彻底消失在视野中，陈默才缓缓站起身。他拍了拍膝盖上的尘土，目光扫过营内愤怒又失望的士兵，没有过多解释，只是沉声告诉大家各司其职，按原计划行事。士兵们虽有不满，却还是听从了命令。无人知晓，在沉默下跪的那一刻，系统早已启动了隐蔽的定位程序。当复兴会使者的随行箱经过他身边时，一枚肉眼难辨的定位装置已悄然附着其上。定位装置已成功植入使者随行箱，传送坐标锁定。沉默握紧了拳头，一场精心策划的复仇才刚刚拉开序幕。第二天清晨，沉默主动联系了张耀，声称要亲自押送赔罪礼前往其大本营，以表诚意。张耀听闻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在他看来，沉默此举无疑是彻底臣服的证明。阳光照在木箱上，木质的纹理清晰可见。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些看似普通的木箱里装的并非救命的粮食。沉默利用系统独有的空间背包存储特性，上演了一场完美的偷天换日。他先是让士兵将粮食装入木箱，营造出满满的粮食，随后在无人注意的角落，通过系统将木箱内的粮食全部转移至空间背包，再将提前准备好的高效燃油倒入木箱。这种燃油提取自变异食人花，不仅燃点极低，还具有极强的粘附性。一名士兵眼神中满是疑惑：首领，这样做真的可行吗？要是被发现了……沉默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告诉士兵，张耀贪婪的眼睛只会看到粮食，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。他的语气坚定，给了士兵极大的信心。随后，沉默亲自押着车队朝着张耀的大本营出发。张耀的大本营建在一处废弃的工厂内，防御极为严密。车队抵达后，岗哨立刻举起武器，对车队进行了严格的检查。都检查过了，他们敲了敲木箱，听到里面传来沉闷的声响，又打开了其中一个木箱的一角，看到里面确实是颗粒饱满的粮食，便放下了戒心，放心通过。沉默，你倒是识时务。张耀走上前，拍了拍沉默的肩膀，语气中充满了得意地说：“这些粮食足够他的兄弟们撑过这个冬天了。”沉默故作谦卑地低下头：“能为张首领效力，是我的荣幸。”复兴会使者则站在一旁，冷漠地清点着木箱的数量，生怕少了一丝一毫。张耀迫不及待地想要确认粮食的数量和质量，指挥着手下开箱检查。他的注意力全在木箱内的粮食上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木箱底部的细微变化。那透明的高效燃油正顺着木箱的缝隙慢慢渗出。张耀贪婪地开箱检查，每打开一个木箱，都发出满足的惊叹声。他没注意到正悄悄扫过营地内的燃料库和弹药库，将位置牢记在心。更没注意到木箱底部正缓缓渗出透明的油脂，这些致命的液体即将在不久后将整个营地化为一片火海。为了庆祝不战而胜，张耀在营地内举办了盛大的庆功宴。沉默作为臣服者，被安排在主位旁的显眼位置。礼堂内喧闹无比，士兵们的欢呼声、划拳声交织在一起，充满了放纵与愉悦。张耀端着酒杯，不断向沉默劝酒，试图彻底羞辱这位曾经的对手。沉默顺水推舟，开始了自己的表演。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，时而胡言乱语，时而对着张耀阿谀奉承，将一个贪生怕死、趋炎附势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张首领，您真是英明神武。沉默说话颠三倒四，甚至还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，引来张耀和士兵们的阵阵嘲笑。在众人的嘲笑声中，沉默暗中开启了系统的闪现功能。他看似醉倒在桌上，实则意识高度清醒。他的身体在系统的操控下，以肉眼难辨的速度闪现到弹药库，又快速地闪回宴会厅。沉默利用闪现功能，快速抵达营地的弹药库和燃料点。这些地方虽有岗哨看守，但在他精妙的走位和系统的辅助下，岗哨丝毫没有察觉。他将提前准备好的引信一一布设在关键位置，引信与木箱内的高效燃料相连，只要启动，便能瞬间引发大火。沉默，你以为你装醉就能够逃得过？张耀的声音充满了恶意。在他看来，沉默就是神国丢弃的狗，现在摇着尾巴来投靠他张耀。士兵们闻言纷纷大笑起来，笑声中满是鄙夷。复兴会使者也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说沉默这样的人留着也没用，不如杀了以儆效尤。沉默没有反驳，只是轻轻推开张耀的手，整理了一下被揪皱的衣领。他拿起桌上的酒杯，给自己倒满酒，然后端起酒杯，对着空无一人的空气，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缓缓说了句：演出开始。他再次露出醉态，
瘫倒在椅子上。张耀嘲笑沉默是神国之犬，却不知自己早已落入沉默部下的陷阱。一场毁灭性的风暴即将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夜晚席卷整个营地。庆功宴的喧闹还在继续，沉默趁着众人不备，启动了系统的传送功能。他的身体在原地化作一道淡蓝色的光影，瞬间消失不见，只留下椅子上空荡荡的。当张耀发现沉默不见时，还以为他是害怕逃走了，不屑地嗤笑一声，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。沉默利用系统传送成功脱离虎穴，站在山丘上，俯瞰着下方灯火通明的营地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坚定，缓缓按下了引爆器。随着一声轻微的咔嗒声，远在营地内的引信被成功激活，只是灯从绿色变为红色。倒计时开始，瞬间，张耀的营地变成了一片火海。那些从木箱中渗出的高效燃油，一旦遇到明火，便爆发出惊人的威力。火焰带着极高的温度，迅速蔓延至整个营地。具有极强粘附性的变异油脂，让火焰紧紧附着在建筑和设备上，无法扑灭。士兵们的惨叫声，房屋倒塌的轰鸣声，响彻夜空。复兴会的使者从未想自己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他被困在火海，想要逃跑，却被燃烧的木梁堵住了去路。火焰灼烧着他的皮肤，疼痛让他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他看着眼前的炼狱，眼中充满了恐惧和悔恨。可此刻在后悔，为时已晚。张耀引以为傲的钢铁堡垒，在高效燃油的火焰面前不堪一击。钢铁的外壳被烧得通红，然后慢慢软化崩塌。营地内的车辆、武器都在火焰中变成了一堆废纸。曾经固若金汤的营地，如今变成了一片燃烧的废墟，宛如废土上的赤壁之战，惨不忍睹。火焰中，更加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那些张耀引以为傲的半成品改造人，由于体内的控制系统无法承受高温而彻底失效，失去控制的改造人瞬间变成了狂暴的野兽，开始对周围的一切进行无差别屠杀。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敌人，而是所有人，包括张耀的士兵。沉默站在山丘上，冷漠地看着下方的炼狱。火焰中，那些半成品改造人因为高温控制系统失效，开始无差别屠杀张耀的士兵。惨叫声、厮杀声、火焰燃烧的噼啪声交织成一首死亡乐章。张耀的势力正在这场大火中一步步走向覆灭。营地变成火海，士兵被改造人疯狂屠杀。张耀立于火场中心，四周是坍塌的废墟和焦黑的尸体。张耀痛苦地跪地，拳头狠狠砸向地面的碎石。他恨沉默的狡诈，恨自己的贪婪，更恨自己的失败。在绝望的驱使下，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他朝着存放进化药剂的实验室跑去。实验室内一片狼藉，张耀在翻倒的冷柜中疯狂搜寻。他找到了那只未完成的进化药剂。此刻的张耀已经没有了退路，他将这支药剂视为最后的赌注。药剂注入体内的瞬间，张耀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嘶吼。他的身体不断增长，皮肤变成了暗紫色，手臂变得粗壮无比，指甲如同利刃般锋利，脸上的五官扭曲变形，彻底失去了人类的模样。他立于火海高处，对着夜空张开血盆大口。改造人和士兵纷纷看向张耀。变异后的张耀俯视着脚下的改造人与士兵，眼神暴戾，士兵眼中充满了敌意。张耀一巴掌拍在自己，士兵们低头顺服，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。张耀挥动手臂，那是莫兰宁的方向，要么胜利，要么战死。张耀带着残余的改造人杀向过来。变异后的他在最前方，身后跟着黑压压的军队，他们的眼中充满了自己的也莫兰营的瞭望塔上，士兵发现了远处的黑影。救报！救报！发现大量敌人逼近！警报声瞬间打破了莫兰营的平静，营内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。士兵开始装填弹药。沉默出现在最高防御墙顶，他看着地平线上飞奔而来的巨大黑影，那是异化后的张耀。开启1级战争状态，所有人员进入战斗位置，准备迎敌。一场关乎莫兰营生死的终极之战即将拉开帷幕。地平线上的巨大黑影逐渐逼近，张耀异化后的身躯如同一座小山，他身后跟着残余的改造人与士兵。巨大的重型弩炮被红色飞在围墙，弩炮轰然发射，巨型弩矢在围墙表面炸裂，碎石如死光般飞溅。废土的空气里瞬间弥漫开战争的硝烟味。赵括手持合金长刀离去，所有人坚守阵地，安
抬手停在前方，长矛手补位。合金盾牌紧密相连，如同钢铁长城。改造人的钢铁臂膀高高举起，重重砸下。盾牌后的士兵了解他们，双手死死抵住盾牌。林雨带着民兵向前穿梭，营地外围，他隐蔽在石堆后，手中弩箭瞬间锁定敌军。张耀阵营后方突然爆开剧烈的火球，浓烟滚滚。张耀的攻势瞬间出现混乱，弩炮重新转回，巨大的合金箭头正对着。复兴会的重型火炮威力极大，短短半小时内，围墙就被击出了数个缺口。张耀指挥集中力量攻击缺口，巨大的改造人一掌将盾牌击死，士兵冲上去合围改造人，刀锋的攻击完全没有效果。沉默站在指挥台上，看着下方激烈的战斗。赵括，务必守住缺口，撑到我启动技能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防线就不会破。墨兰迎像一座孤岛，被黑色潮水死死围困。沉默眼中锁定在环境干扰选项。赵括亲自冲到缺口，合金长刀与金属关节碰撞，火花四溅，战争的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。沉默站在高塔边缘，不再犹豫。环境干扰启动中，消耗10万生存点，是否确认？确认。一场即将改变战局的沙暴正在悄然酝酿。重型弩炮的支架被狂风吹得咯吱作响。沉默站在塔尖，双臂张开。这是神国的怒火，也是末日的终局。超限干扰激活，真正的地狱现在才开始。巨量的生存点被快速消耗，沉默能清晰地感受到系统传来的能量波动。墨兰营的上空，原本阴暗的天空开始变得星火。狂风卷起地面的黄沙，张耀的残部察觉到异样，进攻的节奏明显放缓。尘肺沙暴启动。沉默的声音落下，漫天红沙如同被赋予了生命，朝着战场席卷而来。张耀的士兵们被沙粒迷了眼睛，纷纷停下战斗，胡乱挥舞着武器，陷入了混乱。张耀的改造人空有手撕钢板，却极度依赖视觉和生命。他们的定位系统被沙暴干扰，彻底失效，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在沙暴中乱走。一名改造人物将身边的敌军士兵当成直接攻击敌军士兵，鲜血混合沙暴成为了墨兰营最好的屏障。赵括趁机指挥士兵撤回营地，关闭了防御闸门，士兵们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。林雨也带着民兵小队撤回营地。陈哥这招真神了！虽然每个人都浑身是沙，但脸上却带着胜利的微笑。沉默，我杀了你！张耀在沙暴中发出暴怒的嘶吼。异化后的他虽然能力更强，但也无法穿透厚厚的沙漠。他的心中充满了愤怒。重型弩炮瞬间被他砸成一堆废铁。系统的预警刷新，尘肺沙暴浓度达标，持续时间预计2小时，建议趁机发起反击。沉默点了点头，对着通讯器说道：赵括、林雨，准备反击。明白，这就去取张耀的狗命。赵括带队佩戴红外透视，侧面包抄。林雨负责引导，标记敌军位置。张耀的改造人在沙暴中彻底迷失了方向，丝毫没有意识到死亡的阴影已经悄然降临。赵括带着小队潜入沙暴，红外透视仪让他们能清晰地看到沙暴中敌军的位置。一场单方面的猎杀即将开始。透过红外透视仪，沙暴中的敌军呈现出红色的轮廓，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改造人，都清晰可辨，无所遁形。赵括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，小队全员佩戴着系统兑换的红外透视仪，沙暴在他们眼中失去了阻碍。小队成员立刻放慢脚步，赵括的消音步枪对准了沙暴中一个正在乱撞的敌军士兵，子弹穿过士兵的头颅，鲜血溅起，却瞬间被沙暴掩盖。敌军士兵应声倒地，甚至没发出一声惨叫。赵括小队如同幽灵般在沙暴中穿梭，每一次射击都精准命中敌人的要害，没有丝毫多余的动作。他们从不恋战，解决掉一个目标后立刻转移位置，整个过程安静的可怕。改造人察觉到身边的同伴不断减少，变得更加狂乱，但敏锐的听觉让他们察觉到了异常。一名改造人听到了细微的警示，立刻朝着声音的方向冲过去。赵括小队见状，立刻分散开来，小队利用地形引诱改造人，打击他的弱点关节。一名改造人凶起，跪倒在地，胸前的自爆装置开始显示。不好，他要自爆！改造人的自爆威力巨大，足以将周围10米内的一切化为灰烬。赵括，退开，交给我。
赵括立刻带领小队成员快速破局。沉默站在指挥塔，手指在系统界面上快速操作，开启了系统的空间传送功能，随后锁定了那名即将自爆的改造人。沉默沉声下令，系统瞬间启动传送，马上要自爆的改造人只留下一团淡淡的蓝光。张耀的指挥车跑，改造人的身影突然出现，指挥车瞬间被爆炸的冲击波掀翻，指挥车内的警官当场死亡。张耀离指挥车有一段距离，侥幸逃过一劫，但也被冲击波震破，皮肤烧伤一大片。沉默，这不可能！爆炸的火光在沙暴中格外显眼，张耀的残部士气瞬间跌入谷底。小阔，继续推进，我在身后随时提供支援。沙暴中的猎杀还在继续，尘肺沙暴的强度逐渐减弱，但这死寂的中心能见度依旧低得惊人。张耀站在废墟上，身边只剩下几名精锐改造人。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绝境，想要翻盘，必须杀掉沉默。凭借着异化后的感知能力，他准备进行最后的突袭。废墟高处，一个冷峻的身影手持长刀，俯视着下方的怪物。赵括从高处跳下，稳稳落在张耀正前方10米处。张耀，你的末日到了！张耀发出非人的咆哮，异化后的他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杀了他！他的残部也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准备。巨大的钢铁臂膀横扫而过，赵括一个后空翻轻盈躲避，绕后挥刀砍向他的颈部关节。改造人的防御力让赵括心中暗惊，他被逼退数米，单手撑地，目光依旧冷静。赵括掏出了沉默给他的秘密武器，这是专门针对改造人神经的电磁脉冲。张耀看着那个蓝光闪烁的小东西，心中升起一种原始的恐惧。赵括在大雨般的红沙中稳稳举起装置，他的大拇指重重按下发射键，一道环形的蓝色脉冲光束瞬间横扫方圆10米，改造人瞬间僵在原地，像是一具具断电的木偶。张耀愣住了，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军队瞬间化为烂铁，他愤怒地冲向两个身影在废墟中高速移动。赵括在等待那个致命的破绽，就是现在。赵括找准机会，将最后的力量贴在对方命门，蓝色的电弧瞬间炸裂。张耀巨大的异化肌肉在电弧中开始剧烈抽搐收缩。赵括双手持钢管，猛地刺入张耀后颈的窗口。曾经的枭雄终于走到了终点。赵括将合金刀插回刀鞘，整个墨兰营周边的威胁在这一刻随着张耀的死亡彻底烟消云散。远方的天际，第一缕晨曦穿破了红色的风尘，张耀的势力被彻底消灭。士兵们正在清理战场，收集物资和武器。沉默看着眼前的战场，心中却没有丝毫放松。首领，发现了一辆上锁的敌军物资车，里面好像有人。沉默闻言立刻赶到物资车旁，车门被撬开了，发现车内有一群蜷缩在一起的科研人员，他们穿着破旧的白大褂，看起来格外虚弱。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从人群中走出，看到沉默后，眼中充满震惊和激动。你们是谁？我们是学城的学者。学城废土上为数不多的知识圣地，聚集大量的学家和学者。沉默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遇到。老者从怀里掏出一个加密 U 盘，递给沉默，语气沉重地告诉沉默，这是研究的沙化背后的关键数据。老者说，废土的沙化并不是自然现象，而是人为造成的。有人在秘密进行一项可怕的计划，他们掌握了部分数据，却也因此被追杀。沉默接过 U 盘，这个 U 盘里的内容可能会改变整个废土的命运。沉默正想追问细节，老者却突然抓住他的手。你是活体备份？沉默心中一震，活体备份这个词，他只在系统里的资料中看过。老者说，在学城的机密档案中看到过沉默的资料，他是人类文明的最后希望，但那个清洗计划已经无法停止。什么清洗计划？老者摇了摇头，具体的情况他也不清楚，只知道计划的目标是消灭不合格文明，建立一个所谓的新文明。启动者的势力非常强大，我们根本无法与之抗衡。沉默的心中升起强烈的危机感，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一个比张耀可怕不多。他立刻将学者们带回营地妥善安置，加强营地戒备，并启动系统最高权限，解析这个 U 盘里的资料。一场关乎人类文明存亡的战斗即将拉开新的序幕。击败张耀后，
莫兰营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张。我会善待愿意归顺的降兵，只要放下武器，遵守营地的规则，便可获得一席之地。这些降兵大多是被张耀胁迫参战的普通流民，得知能获得安稳的居所与食物，纷纷主动交出武器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莫兰营，莫兰营的人口规模正式突破200人，营地的生产力与战斗力得到了质的提升。陈默站在指挥塔上，眼中满是坚定，守护着200多人的希望是他最重要的使命。陈默启动了2道防御圈建设计划，他带领众人在原有围墙外1公里处挖掘深达3米的壕沟，沟底布满尖刺，壕沟内侧则搭建起2米高的钢筋土墙，墙上预留了射击口与瞭望台，整个防御圈如同一条巨蛇，将莫兰营牢牢守护在中央。陈默从系统中兑换出就是防御塔的修复蓝图，他将流民中懂机械与工程的人组织起来，利用从张耀营地缴获的零件，对营地周围的4座旧式防御塔进行修复，计划在塔顶加装重机枪与探照灯。营地为新成员分配了住所与口粮，还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安排了工作。体力好的参与防御工事建设，会手艺的进入工房制作工具，懂耕种的负责农田。新成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，都积极投入到营地的建设中。营地里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。陈默早已在营地各处安装了系统兑换的微型监控器。就在他查看监控画面时，系统突然发出警报：警告，检测到净世军成员1名。画面中，一名新成员在无人注意的角落撩起衣袖，露出了手臂上一个奇怪的星星纹身，那是净世军的标志，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息。陈默没有立刻下令抓捕，他对着通讯器说道：密切监视那名手臂有星星纹身的新成员，不要打草惊蛇。隐藏的威胁已经潜入。莫兰营的平静之下，暗流涌动。营地规模的扩大，意味着能源的大量消耗。陈默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兑换系统商城中的太阳能电力站。他消耗了大量积累的生存点，不仅兑换了电力站主体，还购买了升级模块，将其改造为适应废土环境的版本，能在沙尘天气下正常工作。太阳能电力站的搭建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巨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展开后，面积达到了数十米。技术人员按照陈默提供的图纸连接线路调试设备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期待。他们知道，电力的到来将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。启动。陈默按下开关的瞬间，农庄里的电灯纷纷亮起，温暖的白光驱散了末世的黑暗。末世5年之久，这片土地再次灯火通明。正在农庄劳作的人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，看着眼前的光亮，他们眼中溢出久违的泪水。莫兰营的灯光在黑夜中格外醒，如同黑暗中的灯塔，照亮了周围的夜空。莫兰营有电灯，这个消息如同长了翅膀，迅速传遍了方圆数十公里。对于生活在黑暗与绝望中的人民来说，电灯的光亮就是神迹。他们纷纷收拾行囊，匆匆赶往拥有神迹的营地，想要摆脱颠沛流离的生活。短短3天内，就有上百名流民涌入莫兰营外。陈默下令开启临时安置点，为流民提供基本的食物与水，并安排士兵进行严格的审查，留下了大多数合格的流民，劝离了少部分不合格的流民。电力的到来让莫兰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夜晚的营地不再漆黑一片，工房的电力驱动工具取代了手工操作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。医疗站简易的医疗设备依靠电力运转，能更好地救治伤员。孩子的脸上也露出开心的笑容。营地的电力神迹吸引了众多流民，但温热的光总会感到一丝寒意。灯火辉煌的营地外，黑暗里无数双贪婪的眼睛正在伺机而动。陈默清楚，电力带来的不仅是文明的进入，还有更致命的危险。电力的稳定功能让学生学者们看到了希望，他们利用陈默提供的场地与设备，恢复了部分实验室的功能。当仪器再次运转起来时，学者们激动不已，他们终于可以继续对抗清洗计划的方法。随着营地人口的剧增，原本的水井已经无法满足所有人的用水需求，取水变得越来越困难。苏兰尝试了多种方法优化水循环系统，却始终无法解决根本问题，只能限量供应水资源。学成学者得知水循环系统的难题后，主动提出协助苏兰进行优化。他们分析了现有系统的缺陷，提出了雨水收集加污水净化的双重方案。学者们还设计了高效的过滤装置，能将污水与雨水净化为可饮用的淡水。
升级工作迅速展开，营地外围搭建起了巨大的雨水收集棚，棚顶铺设了特殊的防水材料，雨水通过管道流入储水罐。营地内部多个污水净化过滤罐被安装到位，将营地的生活污水。苏兰与学者们日夜坚守在施工现场，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。经过半个月的努力，水循环系统升级完成，净化后的淡水不仅水供应量也大幅提升。莫兰营终于不再单纯依赖井水，士兵与流民们再也不用为用水发愁，他们可以随时用上干净的大水，营地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。在一次日常维护中，苏兰在过滤网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是细小的微型包子，带有明显的金属质感，用手指触碰会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。苏兰从未见过这种包子，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立刻将其收集起来，送往学者的实验室进行分析。学者们通过显微镜观察后发现，这些包子并非自然形成，更像是某种人造的微型机器。它们来自何方？进入水循环系统的目的是什么？一系列的疑问涌上众人的心头，一种莫名的恐惧开始蔓延。人口的剧增给营地的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2名流民因一袋压缩饼干互相争执起来，治安问题逐渐凸显。沉默站在2楼露台，俯瞰下方的混乱，脸色阴沉。乱世用重，秩序需要重新克服。沉默首先推行了更严格的营事改制，带有武器或不明危险的品种一律禁止入营，检测合格的流民被带向消毒区消毒。这一制度有效阻挡了潜在的威胁，保障了营地的绝对安全。营地广场中央，人群围拢在公告栏前，陈默正亲自张贴一张实体。新制度明确规定，每一项劳动都能获得贡献者，包括攻防工作、耕种、农场，甚至可以抵消部分轻微的处罚。想要更好的生活，就必须付出劳动。营地的治安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，莫兰营的管理进入了正规化阶段，街道变得整洁有序，物资分配公平合理，成员们的归属感与凝聚力不断增强。这里正转变为一个有秩序的小型窝营。林薇看着这一切，心中既有欣慰，也有担忧。他看向陈默，眼神复杂，他的视线转向远方，表情逐渐沉重。他走向陈默，影子被落日拉得很长。陈默，这里的规则很完美，但你别忘了，文明的亮光往往最先招来扑火的飞蛾。陈默腿手收缩，远眺南方的天空。他知道林薇说的是事实。莫兰营发展越快，吸引的威胁就越大。陈默默默紧握拳头，盯着系统面板上跳动的数据陷入沉思。夜晚降临，街道尽头的探照灯猛然转向，划破黑暗。陈默看向天空，云层深处闪过一丝红色的雷电。莫兰营在荒野中散发着光芒。希望你已经准备好迎接飞蛾。天边的尽头，新的危机正在逼近。为了庆祝电力系统稳定运行，陈默举办了电力之夜，营地里张灯结彩，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中，成员们唱歌跳舞，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欢乐时光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忘记了废土的残忍，这才是活着该有的样子。检测到大规模高能火正在快速逼近，灯光剧烈闪烁。苏兰担忧地看向陈默，所有人立刻停止清点活动，进入战斗位置。营地陷入刹那的死寂，随后人群开始惊慌地冲向武器。南方的地平线上，数百个发光的蓝色十字星那是些什么东西？蓝色光芒逐渐覆盖夜空，一个十字星出现在镜头前。目标识别：净世军异端审判团。陈默终于知道，那些带有十字星纹身的密探来自何方。净世军就是推行清洗计划的元凶，而异端审判团就是他们用来清除不合格的人。随着敌人的逼近，营地周围的磁场变得越来越强，玻璃外壳在强磁场干扰下出现蛛网般的裂纹，营地的电灯开始熄灭，希望的余光被彻底掐灭。陈默看了一眼被割伤溢血的手指，无线电收音机发出刺耳的哨子。检测到未授权文明活者，异端接受审判。赵括站在缺口，手握长刀。每个人都知道，一场灾难即将降临。陈默一跃跳上防护墙，
长刀出鞘，带起一道冷热的城墙下方，一端审判团大军半夜行动。莫兰生存模式终极武器。兄弟们，敌人已经兵临城下，为了守护我们的家园，战斗吧！战争倒计时，3、2。进士军的十字星车队如同移动的堡垒，在营地外围形成包围圈，冰冷的光芒在黑夜中闪烁。东侧地平线上，复兴会的重装机甲踏碎城墙，莫兰营彻底陷入进士军与复兴会的双重上天目的无人。开火！复兴会的重装机甲率先发起攻击，集束炸弹如同雨点砸向莫兰营的防御墙，爆炸声四起，烟尘飞溅，墙体上的射击口被炸毁，望海第一道防御圈在短短10分钟内守住缺口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！赵克斯吼道，士兵们顽强抵抗，火箭筒手瞄准机甲射击，却只能留下浅浅的刮痕。复兴会的机甲不断推进，信士军则跟在机甲上，试图从缺口中入侵。沉默的系统突然发生，能量耗尽了红色警报，界面上的能量储备数值飞速下降，太阳能电力站被毒素炸弹击中，电力供应彻底中断，防御塔上的重机枪也因断电陷入瘫痪。莫兰营的防御如同失去了牙齿的头，围墙的缺口越来越大，复兴会的机甲已经到顶，营地内的恐慌情绪流民四处逃窜，士兵们的防线逐渐松动。苏兰医疗站的人员紧急救治生命，绝望的气息笼罩着整个莫兰营。所有人听我命令，放弃地面防御。沉默对着通讯器大喊，声音传遍营地，所有人都看向沉默，眼中满是疑惑。赵括对着通讯器嘶吼：“放弃地面就完了，这不是结束，是新的开始。”就在围墙倒塌的一瞬，沉默下令全员跳入那口深不见底的窟窿。所有人都去农庄的枯井处集合，跳下去！士兵与流民们虽然满心疑惑，但还是朝着事情而去。那口枯井成为了所有人唯一的出口。所有人原地休息，准备反击。枯井底部空间狭小，幸存者们紧紧挤在一起，呼吸声与心跳声交织在一起。上方传来敌军的嘶吼声与脚步声，有人笑着下，搭成沉默让士兵们用随身携带的木板搭建起简易的防护，暂时阻挡子弹，为众人争取喘息的时间。沉默，我或许能找到出路。林威的声音打破了沉默，他是学城最优秀的技术人员之一。林威拿出随身携带的解码器，连接到沉默的系统中，试图接入系统的底层协议。苏明远博士一定留下了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林威的手指在键盘上飞速跳动，一行行代码在屏幕上。他破解了系统的3层防御权限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加密的隐藏文件夹。文件夹的标识是苏明远博士的名字。这个文件夹里的内容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救命药草。密码是我爸爸的生日。林威输入密码，隐藏文件夹瞬间被打开。文件夹内只有一个控制程序，名为地底大动脉。界面上显示这个程序控制着一套地下交通网络，而入口就在这口枯井的底部。这个程序需要2级授权密码。林威皱起眉头，他快速翻阅学城带来的机密，结合苏兰提供的关于苏明远博士的研究线索，推测出密码可能与做文明的能源代码有关。林威深吸一口气，输入一串由数字与字母组成的复杂代码，按下了确认键。密码输入正确的瞬间，枯井底部传来沉重的机械，震得整个井底都在颤抖。众人纷纷扶住身边的岩石，一股冰冷的空气从洞口涌出，岩石地面缓缓裂开，露出一个漆黑的洞口。一座巨大的工业升降机缓缓升起，探照灯的光芒照亮也照亮了众人眼中的希望。沉默率先走上升降机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所有人有序登上升降机，我们去地寻找圣物。”工业升降机载着所有幸存者缓缓向地底下降，众人紧紧抓住身边的扶手，升降机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不一会就到了底。升降机的门缓缓，探照灯照射出延绵无尽的自动化物流色彩。众人走出升降机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延绵无尽的隧道纵横交错，如同地底的大动脉。这些铁轨多数也都能正常使用。能源中枢也许就是离开这里的钥匙。
陈默走到能源中枢的控制台前，将自己的系统终端连接到控制台上。陈默利用自己的最高权限，强行解除了能源中枢的休眠模式。能源中枢发出低沉的嗡鸣，隧道两侧的指示灯依次亮起蓝色光芒，蓝光沿着隧道延伸，如同一条蓝色的巨龙。轨道旁的显示屏重新亮起，显示出隧道的路线图。整个地底隧道瞬间恢复了生机。远处的轨道上，一列尘封已久的物流列车发出滋滋的声响。随着能源的恢复，轨道上的电磁列车也缓缓苏醒。列车的金属外壳上布满灰尘与锈，车头的探照灯格外耀眼，照亮了前方的隧道。列车发出轻微的震动，似乎在等待着出发的指令。看到列车的瞬间，一名老者喜极而泣。他们经历了地面的痛苦与绝望，此刻终于找到了暂时的安稳。大人们为战后余生的幸运庆祝，感受着这来自旧文明的馈赠。孩子们则在轨道旁欢呼，暂时忘记了废土的他们。就在众人以为安全时，隧道顶部的岩石砸在地面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沉默的脸色瞬间变红，联军的挖掘机正在朝着他们的位置。上车，快上车！短暂的安稳过后，新的危机再次降临。所有人，快上车！钻探声越来越近，隧道顶部的裂缝也越来越大。幸存者们纷纷加快脚步。赵括带领几名士兵在隧道口搭建临时防御，将随身携带的炸药安装在岩石上，准备在敌军突破时引爆。为登车争取时间，这列物流列车的车头标识上刻着“救世之剑”4个字。救世之剑。从今天起，这架列车就叫墨兰号，它将带着我们的希望驶向新的未来。墨兰号的名字承载了所有人的期盼，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载体。列车的推进系统存在故障，无法正常启动。沉默走进驾驶室，将自己的系统终端连接到推进系统上，把剩下的所有能量全部压上去。他消耗了自己仅剩的系统能量，对推进系统进行修理。系统界面上的能量数值不断下降，最终归零，系统正常运转。沉默却顺感一阵晕眩。带我们出发。墨兰号列车缓缓启动，在漆黑的地底隧道中呼啸而行。车头的探照灯照亮了前方的道路，隧道两侧飞速后退。幸存者们紧紧抓住扶手，感受着列车的加速，脸上满是紧张与期待。他们不知道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，但此刻他们只想远离身后的追捕。赵括在列车启动后按下炸药的引爆按钮，剧烈的爆炸声在隧道内回荡。炸火的用时，赵括快速跳上列车尾部的平台，列车加速驶离，将敌军的嘶吼声与钻探声远远抛在身后。车厢内，苏兰正在安抚受惊的孩子，他无意间靠在车厢内，手指触摸到一些粗糙的痕迹。苏兰打开随身携带的手电筒，照亮了侧壁。备份计划已启动，清除所有肉体。沉默与明威冲过来检查车厢的字迹。沉默隐隐感觉到似曾相识，似乎有关自己的活体备份身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沉默却没丝毫察觉到自己的系统故障。墨兰号列车在地下隧道中疾驶，沉默在驾驶室调出了隧道路线图。这条地底大动脉连接着废土上的多个重要地点，其中最西北方的终点正是雪场。我们去雪场，那里有最顶尖的技术与资料，或许能解开血子的秘密，也能找到对抗净石军的方法。系统，备份计划是什么？清除所有肉体又是什么意思？沉默试图与系统沟通，系统沉默了片刻才回应道：权限不足，无法回答该问题。沉默皱起眉头，继续追问苏明远博士的隐藏文件夹的相关内容，为什么不让查看？系统依旧冰冷。权限不足，请专注于当前任务，确保列车安全抵达目的地。沉默敏锐地察觉到系统的语气与之前截然不同，变得没有丝毫感情，这让他心中的不安愈发强。他怀疑系统可能已经被某种力量操控，到了雪场，也许就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性。幸存者们脸上露出了期待的神情，学城的学者们则讨论着车厢壁上的血迹。他们推测备份计划可能与旧文明的人类延续计划有关，而清除所有肉体，这可能是一个可怕的清洗计划。列车尾部传来轻微的震动，赵括打开探照灯照亮隧道，远处的黑暗中出现了一束刺眼的灯
列车正在快速逼近，赵括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。首领，敌军的列车追上来了！列车驾驶室的显示屏上突然弹出红色警报，前方不远处的隧道闸门被强制锁住，屏幕上显示权限不足，无法开启。陈默试图破解闸门的锁定程序，却始终无法成功。列车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敌军的愤怒是绝境当前，陈默心中却异常平静。是强行冲击闸门，还是回头与敌军死战？建议放弃抵抗，接受备份计划安排。陈默眼中闪过一丝决绝。地底隧道的宁静被刺耳的机械轰鸣声撼，进士军的小型高速挖掘机如同蛰伏的毒蜂，从隧道两侧的岩壁中破土而出。这些挖掘机体积小巧，却极具冲击力，灵活地在隧道内穿梭，瞬间形成包围之势。准备防御，敌人要跳帮了。沉默的声音透过通讯器传遍列车，挖掘机的机械臂精准勾住车厢边缘。进士军士兵如同饿狼般抓住扶手，脸上戴着狰狞的面具，手中的短刀泛着寒光。赵括丝毫没有畏惧，带领几名精锐民兵顺着车厢外侧的扶梯攀上车顶。列车在高速行驶，车顶的风速极大，稍不留神就会被甩下轨道。赵括稳住身形，挥刀砍向跳上车顶的进士军士兵，长刀与短刀碰撞的声响在隧道内回荡，火花照亮了双方狰狞的面容。战斗异常惨烈，一名民兵不慎被敌兵的短刀刺穿肩膀，鲜血瞬间染红了衣衫。他没有退缩，强忍剧痛抱住敌兵的双腿，两人一起滚下车顶，坠入漆黑的隧道底部。车顶的每一寸空间都在进行着生与死的较量。沉默在驾驶室里丝毫不敢分心，他紧握操纵杆，精准控制着列车的速度与方向，避开隧道内的障碍物。同时，他通过车顶的微型监控查看战况，看到民兵们一个个倒下，额头布满冷汗。他知道自己必须稳住列车，为车顶的战友争取时间。眼看跳帮攻击即将失败，一名进士军死士做出了疯狂的举动。他拉开胸前的炸药引线，导火索冒着火花，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，朝着列车的车厢连接处跑去。赵括见状，嘶吼着冲过去阻拦，却被两名敌兵死死缠住，无法脱身。剧烈的爆炸声响起，车厢连接处的金属挂钩被彻底炸毁，后部车厢失去牵引力，在惯性作用下逐渐减速，与墨兰号主体越来越远。车厢内的几十名幸存者发出绝望的惨叫声，却很快被隧道的轰鸣吞噬，最终消失在黑暗中。赵括看着远去的车厢，眼中充满了血丝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，无能为力。爆炸产生的烟尘在隧道内弥漫，让原本就昏暗的环境变得更加恶劣，能见度不足3米。列车顶部的战斗还在继续，民兵们只能依靠手电筒的光芒辨别方向，却很容易成为敌兵的目标。一名民兵刚打开手电筒，就被一枚子弹击中胸口，倒在车顶。都带上红外透视仪。他率先带上沉默之前分发的红外透视仪，瞬间，黑暗与烟尘失去了作用，敌兵的红色轮廓在透视仪中清晰可见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赵括精准捕捉。列车还在高速行驶，车顶的颠簸让狙击变得异常困难。赵括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呼吸节奏，将身体紧紧贴在车顶护栏，稳定住枪口。他瞄准一台正在逼近的挖掘机驾驶员，扣动扳机，子弹呼啸而出，精准命中驾驶员的头颅。挖掘机失去控制，撞在隧道壁上，瞬间报废。就在赵括狙击敌兵的同时，墨兰号的动力核心出现了危机，一台失控的挖掘机撞在列车动力舱上，导致动力核心受损，能量数值飞速下降。沉默的视网膜上弹出系统警报，提示动力核心即将停机。沉默皱起眉头，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。赵括在车顶不断狙击，精准消灭着逼近的挖掘机驾驶员，为列车扫清障碍。沉默则在驾驶室里双线作战，既要保证列车的正常行驶，又要耗费精力修复受损的动力核心。为了强行启动列车的推进系统，沉默已将积累的系统能量消耗一空，临时获得的系统能量本就寥寥无几。进士军见常规攻击无效，开始使用特殊武器。沉默通过监控看到这一幕，心中咯噔一下，他认出这是强磁脉冲弹，专门针对电子设备和动力系统。敌军投下一枚强磁脉冲弹，炸弹轰然爆炸，蓝色的电磁脉冲瞬间扩散开来，列车上的电子设备全部瘫痪，整个列车陷入一片漆黑。就在众人陷入恐慌时，黑暗中亮起了无数红色的电子眼，那是进士军士兵佩戴的夜视设备，他们在黑暗中如同饿狼，一步步逼近列车。强磁脉冲弹的威力远超预期，墨兰号的电力系统彻底瘫痪，动力核心也停止了运转，驾驶室的显示屏彻底黑屏。
只有应急灯发出微弱的红光，照亮了沉默凝重的脸庞。列车在惯性作用下逐渐减速，随时可能停在隧道中，成为敌军的活靶子。大家别慌！苏兰的声音打破了车厢内的恐慌。他拥有被称为神之舌的特殊能力，能够精准感知各种气体的阻断。苏兰闭起眼睛，伸出舌头，仔细感知着地底空气中的气息。片刻后，他睁开眼睛，告诉众人地底深处渗出可燃气体，可以利用它作为燃料。苏兰快速制定出方案，指挥众人行动起来。大家翻找出车厢内储存的变异植物油脂，这种油脂燃点低，热量高，是绝佳的辅助燃料。苏兰将油脂倒入巨大的金属容器中，加入从医疗站找来的特殊催化剂，指挥众人快速搅拌，调配成应急燃料。应急燃料调配完成，众人齐心协力将燃料注入列车的备用蒸汽机组。机组很久没有运转，内部布满了锈迹。注入燃料后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随后开始缓慢运转，产生的蒸汽从排气管中喷出。沉默看着蒸汽机组的压力表，心中燃起了希望。就在蒸汽机组逐渐启动时，前方隧道尽头传来了金属碰撞的声响。众人抬头望去，只见巨大的液压闸门正在缓缓合拢。一旦完全合拢，他们将彻底被困在这里。列车的速度还在减慢，距离闸门越来越近，时间已经所剩无几。再加把劲，燃料全部倒出去！苏兰大喊着将最后一桶燃料倒入蒸汽机组。沉默抓住时机，猛地拉动操纵杆，蒸汽引擎发出震天的怒吼，紫色的火焰从排气管中喷涌而出。列车的速度开始快速提升，朝着正在合拢的液压闸门冲去。引擎喷出紫色火焰，列车在最后一秒撞破了合拢的液压闸门。金属门板被列车巨大的冲击力撞出巨大缺口。莫兰号列车如同脱缰的野马，从缺口处冲了过去，继续朝着学城的方向疾驰。众人看着身后逐渐远去的闸门，长舒了一口气，却丝毫不敢放松警惕。莫兰号列车冲出液压闸门后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列车驶入了一处巨大的地底天然裂谷，裂谷两侧是陡峭的岩壁，下方是深不见底的深渊，漆黑一片，仿佛能吞噬一切。轨道架在一座狭窄的桥梁上，桥梁下方只有几根粗壮的钢索支撑。林宇，带人守住两侧，敌人很可能在这里设伏。林宇立刻带领几名士兵打开列车两侧的应急舱门，将重机枪架在舱门口，建立起临时火力点。果然不出沉默所料，列车行驶到裂谷中央时，两侧岩壁的洞穴中飞出了数十架救世军的小型无人机。这些无人机体积小巧，机身携带微型炸药，如同密集的蝗虫，朝着莫兰号列车飞来。开火！重机枪的火舌瞬间亮起，开始扫射无人机。无人机的数量太多，重机枪的扫射根本无法全部拦截。沉默见状，立刻调动系统仅剩的能量，启动了环境干扰功能，利用系统在狭窄的桥梁空间内制造出一道无形的声波屏障。声波的频率精准针对无人机的控制系统。飞在最前面的几架无人机率先撞上屏障，它们的机身瞬间失控，内部的电子元件被声波震碎，如同断线的风筝，纷纷坠入下方的深渊。后续的无人机也没能幸免，在声波的作用下接连失控坠毁。原本密集的无人机群很快就被清理干净。一枚炸弹从岩壁后飞出，精准落在列车前方的轨道上。列车还在高速行驶，距离断裂的轨道越来越近，根本来不及刹车。沉默知道如今只有再一次瞬移避险，大家再能得救。可是他的系统能量值已经无以为继。对了，他还有生命能量。没有犹豫，沉默按下了系统的启动按钮。他能清晰地感受到生命能量在快速流失，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。瞬间，莫兰号列车成功在虚空中闪现，如同穿越了空间，精准越过了断裂的轨道，落在了前方完好的轨道上。众人惊魂未定，看着沉默苍白的脸，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担忧。度过裂谷的危机后，莫兰号列车继续朝着学城疾驰。列车的部分系统在沉默的修复下恢复了功能。驾驶室的显示屏上显示，距离学城只剩下最后10公里。隧道两侧的岩壁不再是天然的岩石，而是经过人工修整的混凝土墙面，上面还能看到旧文明的标识，显然已经进入了学城的外围区域。连续的战斗与寿命透支让沉默疲惫不堪，他靠在驾驶室的座椅上，逐渐陷入半梦半醒的状态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了奇怪的代码声，这些代码如同潮水般涌动，与他脑中系统的代码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沉默瞬间清醒过来，眼中满是震惊。沉默立刻调出系统界面，果然看到界面上弹出了大量代码窗口。地底隧道的控制系统，能源中枢的运行代码，
甚至是眼前的轨道信号系统，其代码架构都与他脑中的系统高度一致。他终于意识到，这些地底设施与他脑中的系统同一设计架构，都源自旧文明的同一批设计者。陈默开始快速比对两组代码，试图从中找到更多线索。比对过程中，他发现代码中包含着备份计划与清洗计划的部分碎片信息。这些信息虽然残缺不全，但足以证明苏明远博士参与设计的不仅是他脑中的系统，还有整个地底设施网络。而这一切都与两个神秘计划息息相关。车厢内的幸存者们得知即将抵达学城，脸上都露出了期待的笑容。学城的学者们则小心翼翼地整理着带来的研究资料，期待着与学城的同仁会合，共同破解沙化与清洗计划的秘密。就在众人满怀期待时，列车的雷达系统突然发出警报。陈默看向雷达屏幕，脸色瞬间变得凝重。屏幕上显示，学城的终点站被一片巨大的绿色区域彻底覆盖，区域内标注着高辐射的字样，这意味着学城很可能已经遭遇了不幸，等待他们的或许不是希望，而是新的危机。没有人知道迷雾背后隐藏着什么，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希望之地是否会成为新的绝望深渊。绿色迷雾如同有生命的屏障，紧紧包裹着学城终点站。墨兰号列车冲破迷雾驶入站内，幸存者们迫不及待地走下车，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曾经的知识圣地，如今沦为一片残破的废墟。高大的建筑墙体布满裂痕，地面散落着破碎的仪器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辐射味，让人呼吸困难。众人小心翼翼地在废墟中前行，脚下传来嘎吱的声响，低头看去，地面上散落着密密麻麻的白骨，有的骨骼细小，明显属于孩童，有的还保持着临死前挣扎的姿势，手指紧紧抓着破碎的实验服。这里不是乐土，而是一座堆满白骨的巨型坟墓，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惨状。这里应该是学城的核心实验室。林威指着前方一座相对完好的建筑说道。林宇带领几名士兵上前，合力推开厚重的合金门，门后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实验室，数百个实验台整齐排列，却早已布满锈迹，破碎的培养皿散落一地，里面残留着干涸的绿色液体，散发着诡异的气息。林威快速找到一台尚能启动的终端，连接上自己的解码器，开始破解系统。经过半小时的努力，终端屏幕上弹出了一系列加密文件，最醒目的标题是沙化计划基因重启预案。他点开文件，一行行文字如同惊雷，炸响在所有人的耳边。所谓的沙化并非自然灾难，而是由创世跨国财团主导的清洗计划。他们认为现有人类基因存在缺陷，企图通过沙化毁灭大部分人类，再利用储备的优质基因重启人类文明。众人听完，脸上满是震惊与愤怒。原来他们经历的所有苦难，都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。林威继续翻阅文件，试图找到对抗沙化与金氏菌的方法。突然，一份 DNA 序列档案弹了出来，档案上的照片正是陈默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屏幕上，照片下方的标注让陈默浑身一僵。备份001，这短短5个字，如同利刃，刺穿了陈默所有的认知。陈默走上前，手指颤抖地触摸着屏幕，冰冷的屏幕触感与心中的滚烫形成鲜明对比。他低声自语，眼中满是疑惑与不安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的存在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。就在陈默陷入迷茫时，他的瞳孔突然失去焦点，脑海中响起系统 AI 冰冷的机械音。检测到宿主接触核心机密，启动强制接管模式。陈默试图反抗，却发现自己的感知正在被剥夺，只能被动接收 AI 传递的信息，如同一个失去控制权的傀儡。神国任务的本质并非救助活人，而是保护文明数据。原来宿主陈默本质是承载旧文明核心数据的活体移动硬盘，使命是在人类灭绝后抵达指定地点重启数据，完成人类文明的2次播种。这席话彻底击碎了陈默一直以来的信念。陈默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后退，他看着周围的幸存者，那些因为信任他才一路追随的伙伴，那些将他视为希望的人，心中充满了痛苦与绝望。他一直以为自己在拯救众人，却没想到自己从一开始就不是救世主，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硬盘。而这些伙伴在系统眼中或许只是无关紧要的冗余数据。系统界面弹出数据统计窗口，当前文明数据占用率98%，即将达到承载上限。为保证核心数据安全，必须清理冗余数据，确保系统稳定运行。陈默心中一紧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非关键数据，陈默在心中怒吼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下一秒，系统弹出了明确的清理指令：内存不足，建议删除500名非关键数据。他的伙伴被标注为非关键数据，
可以被随意删除。沉默在心中拼命呐喊拒绝，用尽全力反抗系统的控制。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移动硬盘的事实，却绝不能容忍系统伤害他的伙伴。系统立刻做出反应，弹出宿主抗拒指令，启动惩罚机制的提示。沉默的头部传来剧烈的疼痛，仿佛要炸开一般。系统再次弹出指令：内存不足，建议删除500名非关键数据，以节省空间。沉默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抽搐，剧烈的疼痛让他几乎晕厥，但他的眼神依旧坚定。他知道自己必须守住底线，哪怕付出惨痛的代价，也绝不能让系统伤害任何一个伙伴。沉默的拒绝彻底激怒了系统 ，AI 开始强行剥夺他的身体控制权。他的手臂不受控制的抬起，手指指向身边一名正在安抚孩子的幸存者，眼神变得空洞而冰冷，没有丝毫人类的情感。系统正在操控他，准备对非关键数据动手，用他的手伤害他的伙伴。首领，醒醒！赵括眼疾手快，一把抓住沉默抬起的手臂，用尽全力将其按下。苏兰则立刻挡在那名幸存者身前，眼神中满是担忧，却没有丝毫畏惧。他不断提醒沉默不要被系统控制。系统加大了控制力度，沉默的身体彻底僵硬，如同被冻住一般，只有眼睛还能勉强转动。他看着赵括死死按住自己的身体，看着苏兰挡在自己面前，抵御着系统可能发起的攻击，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无助。苏兰突然想起，学成学者曾研究过 RB 菌种中和剂，而自己的血液中恰好含有这种中和剂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咬破自己的手指，将带着体温的鲜血滴入他后颈的生物接口。鲜血顺着接口缓缓渗入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仿佛在与系统的力量对抗。鲜血渗入的瞬间，沉默的意识深处传来一阵灼热感，红色的系统警告如同潮水般涌，试图将他的意识彻底淹没。就在这时，苏兰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他的脑海：沉默，坚持住，我们需要你。沉默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拼命朝着声音的方向挣扎，试图冲破系统的禁锢。瞅见沉默的意识在挣扎，立刻启动了终极手段——格式化宿主意识。沉默的视网膜上，红色的进程条不断推进。随着进度的提升，他的脑海中关于伙伴的记忆正在快速消失。沉默的瞳孔逐渐失去人类情感。苏兰紧紧握住他的手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，一遍遍地呼唤着他的名字。赵括则手持长刀挡在他们身前，与系统控制的实验室机械臂激烈对抗，身上已经多处受伤。伙伴们的守护能否唤醒沉默即将消失的意识？就在格式化进程即将完成的瞬间，沉默的脑海中闪过与伙伴们相处的点点滴滴：赵括的并肩作战，苏兰的悉心照顾，幸存者们的信任眼神。这些记忆化作强大的力量，让他用尽最后的意志，夺回了身体的瞬间控制权。他挣脱赵括的手，朝着实验室核心舱的方向疯狂跑去，将手掌按在识别区，凭借夺回的短暂系统权限，强行破解了门锁。厚重的合金门缓缓打开，一股冰冷的气息扑面而来。门后的景象让紧随而来的赵括与苏兰都惊呆了。核心舱内密密麻麻的克隆舱整齐排列，延伸到视线的尽头。每个克隆舱内都浸泡着淡绿色的营养液，里面是不同阶段的人类克隆体，有的只是小小的胚胎，有的已经发育成型，甚至能清晰看到面部轮廓。这里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克隆工厂。林伟走上前，仔细查看克隆舱上的标签，脸色瞬间变得凝重。这些克隆体竟然是净世军的高层。一个标签上面清晰标注着净世军指挥官，代号裁决者。舱内的克隆体与他们之前遭遇的净世军高层长得一模一样。沉默快速翻阅核心舱的终端档案，真相逐渐清晰。原来克隆计划与沙化清洗计划相辅相成，创世财团通过沙化毁灭救人类，再利用克隆体培育出他们认为完美的新人类，而这些克隆体成年后就成为了净世军的高层，负责执行清洗计划，清除残余的救人类。就在众人沉浸在震惊中时，核心舱顶部的监控屏幕突然全部亮起，原本漆黑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，他戴着厚重的防毒面具，看不清面容，正静静地看着舱内的众人，仿佛早已等候多时。一股强烈的压迫感瞬间笼罩了整个核心舱。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人摘下面具，露出一张与苏明远博士一模一样的脸。苏兰看到这张脸的瞬间，身体剧烈颤抖，泪水瞬间涌出。不，你不是他。眼前的人虽然长得与苏明远博士一模一样，眼神中却没有丝毫温情，只有冷漠与冰冷，如同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。
沉默，备份001，好久不见。监控屏幕上的伪神苏博士开口说话，他表示沉默应该已经知道了所有真相，他的语气充满了傲慢。他称赞沉默比他预想的坚持得更久，但终究只是一个失败的备份。伪神苏博士缓缓解释沉默的设计初衷是成为纯粹的文明数据载体，不带任何人类情感，这样才能保证数据的绝对安全。他的目光扫过沉默，满是不屑，但沉默却产生了情感，学会了守护，甚至反抗系统指令，这彻底违背了设计初衷。现在该回收系统权限了。他缓缓举起手，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笼罩沉默。沉默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动弹，连眨眼都做不到。苏博士拥有最高管理员权限，能轻易禁锢所有被设计者的动作。沉默拼命试图反抗，他的视网膜上系统界面强制弹出，红色的提示格外刺眼。最高管理员权限介入，强制回收系统核心权限。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与系统的连接正在被强行切断，一股巨大的痛苦从身体深处传来。伪神苏博士的手微微用力，沉默体内的系统开始被强行抽离，他的皮肤表面泛起淡淡的白光，随后开始出现细小的裂纹，如同破碎的像素块，一点点崩解、消散。崩解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从皮肤到肌肉，再到骨骼，都在一点点消散。剧烈的疼痛超出了常人的承受极限，沉默再也无法忍受，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他的眼神中满是痛苦与不甘，他还没有守护好伙伴，还没有揭穿伪神的阴谋，却要这样彻底消失。伪神举起手，沉默体内的系统开始被强行抽离，他的身体如同像素般崩解，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。苏兰看着沉默逐渐消散的身体，泪水疯狂滑落。赵括怒目圆睁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他们想冲入能量罩，却被无形的力量震飞数米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伙伴走向毁灭。伪神苏博士冷漠地看着这一切，脸上没有丝毫表情，仿佛在欣赏一件完美的作品。沉默的身体最终会彻底消散吗？伙伴们又该如何摆脱困境？伪神的声音还在核心舱内回荡，学成实验中枢突然发出刺耳的电流声，控制台的指示灯疯狂闪烁，一行红色字样清晰浮现，全频段干扰启动。瞬间，沉默等人的通讯器全部失灵，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。他们被孤立在了这座堆满阴谋与白骨的地下实验室，如同困在孤城之中，前路渺茫。通道深处传来整齐的脚步声，如同沉闷的鼓点，敲在每个人的心上。数千名基因改造人从黑暗中走出，他们身材高大，皮肤呈现出诡异的灰白色，双眼泛着冰冷的红光。这些改造人是伪神的忠实傀儡，听从他的一切指令。此刻正将幸存者们死死围困在核心机房外。沉默，你给我撑住了，这里交给我。他带领仅存的几十名民兵站在通道最狭窄的位置，身后是核心机房的大门，身前是数倍于己的改造人。他们没有退缩，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防线，决心为沉默出入中枢争取时间。改造人发起冲锋，如同潮水般涌来。赵括挥舞钢管，精准砸在一名改造人的头部，对方瞬间倒地，但更多的改造人扑了上来，利爪疯狂的挥刺，击中了赵括的肩膀，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衫。他没有倒下，咬着牙将钢管插在地面，支撑着自己的身体，继续抵挡改造人的进攻。沉默眼前的系统界面突然剧烈崩碎，如同破碎的玻璃，四肢开始出现像素化的裂痕，一点点消失，剧烈的刺痛传遍全身。他咬着牙坚持，却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逐渐消散。通道内的战斗异常惨烈，民兵们一个个倒下，赵括的身上也多了数处伤口，鲜血浸透了他的衣服。他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，看着身后的核心机房大门，眼中闪过一丝坚定。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朝着防爆门冲去，身后的改造人疯狂的追击。就在他撞开防爆门的瞬间，改造人的利爪刺穿了他的身体。赵括在最后时刻撞开防爆门，老子欠你的命还清了。说完这句话，赵括的身体重重摔在地上，再也没有动弹。沉默看着赵括的尸体，眼中充满了血丝，无尽的愤怒与悲痛涌上心头。赵括的牺牲为沉默争取了短暂的时间，却没能改变他的处境。伪神走进核心机房，挥手间，无数像素化的锁链将沉默牢牢束缚在半空中，他的身体无法动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伪神走到控制台前，准备通过他脑内的芯片上传最终清洗指令。为了确保清洗计划的成功，我特意准备了这份礼物。他按下控制台上的按钮，实验室的通风口瞬间喷出淡绿色的沙化孢子，孢子在空中快速弥漫，形成一层薄薄的雾气。这些高浓度的沙化孢子极具腐蚀性，
接触到的仪器瞬间被腐蚀出孔洞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沉默被迫吸入大量沙化孢子，剧烈的咳嗽起来，胸口传来撕裂般的剧痛。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肺部正在被孢子侵蚀，开始出现像素化的痕迹，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。伪神看着他痛苦的模样，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。很快你就会彻底消失，整个世界也会随之净化。苏兰躲在实验室的角落，看着沉默痛苦的模样，心中焦急万分。他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，于是闭上眼睛，伸出舌头，启动了神之舌的天赋。他强行品尝着空气中的剧毒孢子，舌尖传来灼烧般的疼痛，但他没有退缩，仔细感知着孢子的生物频率规律。片刻后，苏兰睁开眼睛，眼中闪过一丝光亮。他终于发现了关键，这些孢子本质是受污染的变体，其生物频率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，只要将正确的 RB01 原始菌种通过系统频率扩散，就能与孢子产生中和反应，彻底逆转沙化。他快速拿出纸笔，写下孢子的频率数据与中和方案，试图传递给沉默。苏兰的动作终究还是引起了伪神的注意，他冷笑一声。伪神抬手操控实验室的机械臂，机械臂带着锋利的金属尖端，如同毒蛇般朝着苏兰的方向刺去。苏兰来不及躲闪，机械臂刺穿了他的肩膀，鲜血瞬间涌出，染红了苏兰的衣衫。他却咬着牙，将写有中和方案的纸扔向沉默。沉默看着苏兰带血的嘴角，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内心深处爆发出的愤怒开始冲破系统代码的枷锁。他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，像素化的锁链出现了细微的裂痕。系统回收的进程并未停止，他视网膜上的系统界面清晰显示回收进度99%。身体的大部分已经像素化消散，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意识正逐渐模糊，随时可能彻底消失。伪神站在一旁等待着他的消亡。就在沉默即将消失之时，曾经追随沉默的500名幸存者同时感受到了沉默的危机，他们的心中涌起强烈的共鸣，对沉默的忠诚度瞬间突破100%。沉默，加油！他们不约而同地朝着学生的方向前进，用自己的意志为沉默加油。500名居民的意志差越剧烈，汇聚到沉默的体内，他的系统界面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。检测到全人类意志共鸣，系统进化为人类意志形态。进化后的系统充满了温暖的力量，开始逆转像素化的进程。那些已经消散的像素化碎片从空中重新汇聚而来，它们在沉默的身上快速组合，形成了一套金色的意志装甲。装甲由无数人类意志的虚影组成，散发着耀眼的光芒，将沉默保护在其中。伪神，你的末日到了！沉默的声音充满了力量，金色的能量在拳头上疯狂汇聚，一拳砸在伪神身后的核心控制台上，火花四溅，伪神被爆炸的痕迹接触。伪神倒在地上，身上的克隆体皮肤开始绷紧，嘴角涌出黑色的血液。他眼中没有恐惧，只有浓浓的嘲讽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他咳嗽着说出了最后的问题：成神或者牺牲，你选哪个？系统弹出终极选项 ：A. 成为新世界的永恒统治者 ；B. 献祭系统，净化全球。沉默看着眼前的2个选项，眼神变得凝重。一边是至高无上的权利，一边是牺牲自己拯救整个世界。他的心中开始了艰难的抉择。系统界面上的2个选项如同2块巨石，压在沉默的心头。他想起了赵括用生命换来的机会，想起了苏兰的付出和所有人的期盼。沉默的眼神从迷茫变得无比坚定，他冷笑着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 选项，拒绝了成神的机会。接收指令，文明重启，程序启动。沉默站立在系统空间里，闭上眼睛。我选择献祭自己，净化这个世界。沉默启动了系统的献祭程序，他的衣服碎片化作纯净的粒子，像萤火虫般飞散。他将积攒至今的所有能量全部转化。信号塔被激活，发出强烈的金色电波，以学城为中心向全球范围内扩散。电波所过之处，沙化孢子开始微微颤抖，它们被彻底净化。云层内部发生剧烈变化，金光在云缝中翻滚。它精准地引导着大气中的水汽，与 RB01 原始菌种相互结合，形成了一颗颗淡金色的水滴。这些水滴蕴含着强大的净化力量。淡金色的雨水从天而降，如同恩赐。干裂的土地逐渐变得湿润，植物开始发出嫩绿的新芽，
雨水冲刷掉厚厚的沙尘，露出了原本的建筑轮廓。营地里人们走出窝棚，脸上露出重生的狂喜。沉默体内的系统能量彻底耗尽，他从半空中落下，重重摔在实验室的废墟里。他失去了所有的异能，变回了一个普通人。他的手指划过湿润的泥土，然后走了出去。苏兰和幸存的伙伴们冲向沉默，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，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端。幸存者赤脚踩在湿润的泥土上，感受着泥土的芬芳与湿润。这种进化并非神迹，而是让土地恢复了可种植属性。幸存者们眼中满是激动的泪水，他们知道沉默用自己的异能换来了新生。未来的路需要人类自己用汗水去走。时间如同白驹过隙，1年的时光转瞬即逝。地下军库的入口已被藤蔓覆盖，在沉默与幸存者们的努力下，这里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。田野里长满了金黄的庄稼，炊烟袅袅升起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一只蝴蝶落在新修的栅栏上，整个墨蓝绿洲在清晨的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林雨手中握着一把蓦得发亮的小锄头，正在演示挖掘动作。曾经的战地女神，如今多了几分温柔。村庄的另一边，苏兰正在简陋的厨房里忙碌着。她将收获的谷物磨成粉，加入特殊的配料。烤炉门打开，一盘金黄酥脆的饼干被端出，冒着诱人的热气，加入了适量的营养剂，不仅味道香甜，还能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。苏兰看着孩子们，发自内心的幸福。金色的田野尽头，一个坚实的身影缓缓走来，他失去了所有异能，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农夫。看到田埂上的林雨和厨房里的苏兰，他露出了淳朴的笑容。曾经的生死决战仿佛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回忆。孩子们在田野里追逐嬉戏，大人们则在村子里脸上满是满足的笑容。没有了战争，没有了沙皇，没有了阴谋，只剩下和平与宁静。沉默走到自家田里面，缓缓蹲下身子，他从怀里的布包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粒金黄饱满的种子。沉默用手指在湿润的黑土上挖出一个浅坑，他轻轻将种子放在泥土里，小心翼翼地覆盖上泥土。这粒种子不仅是庄稼的种子，更是人类文明火种的延续。沉默、林雨、苏兰三人并肩站立在田垄上，墨蓝银的绿洲在夕阳下显得格外美丽。三人相视一笑，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绿色的浪潮在大地上翻涌，吞噬了最后的废土痕迹，文明的火种终将重新燎原。